神明复苏，西方教廷召唤出了上帝耶和华，众神山召唤出了神王宙斯，樱花国召唤出了八岐大蛇，但华夏远古文明断掉，只能召唤如城隍、山神、牛头马面一般的存在，在神明擂台之上屡战屡败，距离华夏消亡、国运解散只剩最后一战。而这最后一战的神召者，就是刚刚穿越而来的叶灵天。华夏无神，你们这些低等种族不配拥有这么广阔的土地。不过现在用不了多久就是我们的土地了。华夏作为古国之一，怎么可能无神？而且只要有一个信物，呼喊古神之名就能召唤，太简单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位神召者为什么没回华夏？他现在手上什么都没拿，我们还没开始就败了。是我的失职，遗漏神召者在外，其死罪。不必了，反正也活不了多久，有时间回去看看家人吧。华夏覆灭是我们的责任。元首你快看，这孩子好像很有自信的样子。此前的傲骨，不过能做到这样也很不错了。你不会是吓傻了吧？话都不敢说。有请西佐之男。一找信物，我华夏子民对付你不需要别的信物。我看你是根本就被送上来等死的华夏外敌，急了就死，你们连一个打得出手的心思都没有。神王没有信物，哪怕随便带一个也是好的。他难道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战吗？输了我们就全都得死。谁说我华夏无神？灭你，我只需一滴血。华夏后裔，请千古一帝。始皇嬴政。人皇，他召唤的不会是个人吧？那岂不是连之前的都不如？神照着破罐子破摔也不能这么摔吧？一时之间，群国嘲讽，只因华夏连召唤神的勇气，竟然用区区凡人参加神明擂台，而擂台之上一道金光一下便将深蓝覆盖。那个连女娲都不放在眼里，曾经的一生誓言，跨越时空长河，再度响彻天地。朕统六国，天下归一。筑长城，以震九州人马，为我大秦，助我社稷。朕以始皇之名在此立誓，朕在当首土开疆，扫平四夷，定我大秦万世之基。朕王亦将身化龙魂，护我华夏永世不衰。此事日月为证，天地共鉴，先神共听之。虽是凡人，但这种他一定能赢的错觉感是从哪来的？或许不是错觉，是真的。日月所及，莫非王土区区小国也敢动我华夏根基？当斩！凡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杀你，甚至不需要拔刀。凡人，在朕身前为何不跪？好恐怖的气场！这真的只是一个凡人吗？十拳剑凡人竟然与神同台，找死罢了！你只知世间有神，那你可知我华夏炼气术可斩神？可笑的猴子！大夏龙魂，永盛不衰！你只是一个人族，你不可能有这种实力。这不可能！大夏之境，永世昌盛。大夏后裔叶灵天，恭送祖龙。若再有战，呼喊吾会再次出现。华夏斩神完胜，赢了，竟然真的赢了！祖龙嬴政，这是人中之神啊！也不看看你的对手是谁，我迷人的老祖宗也是你能挑战的。华国擂台获胜，国运回归，全民激活祖龙血脉，寿命增加10年，
神力升级，原本虎视眈眈的众国，因为忌惮新出现的人神嬴政，又默默退了回去。而召唤者叶灵天受益最大，一举成为50级神召者，祖龙嬴政之强，登临全球榜热搜。你现在可是华国唯2的50级神召者，真是年轻有为。元首过奖了，只可惜上台过的神明不得再上，不然凭借你召唤的人神，就可保我华夏。老祖宗迷人不假，但我华夏最不缺的就是神。当真？你随我去信物宝库看看，下次你可不能空手再上了。也好，前头神明类者国运昌隆，败者灭国消失，而神召唤只需要拿出信物，神明就将为国出战。华夏文明断层，若是叫错名字，就将顷刻化为基本。神召者叶灵天再次背负全国希望，登上神明擂台。有请神明无主上帝耶和华。你就是华夏那个召唤人神嬴政的神召者，你能创造一次奇迹是你运气好，但这次在我上帝之前，你如蝼蚁般渺小，无主上帝可审判一切。上帝，我看还是多下地吧。多说无益，华夏蛮夷除了上次的人神，你还能有什么手段？今日就是你的下地狱之时。你对我华夏众神一无所知。拿一根破棍子，华夏蛮夷就是苏比。不识灵山斗战佛，只认花果齐天圣，叶灵天恭迎，天地灵猴，齐天大圣。一群可悲的猴子，就连召唤神明都只能召唤猴子。双倍补助，指定神召者上场，那可是教廷连胜不败的古神话，这是他们使连胜最后一步，将作为第一个胜出国离开神明位，必然竭尽全力。华国输了太多场，必须抓住机会，将我们失去的拿回来。他要是输了，大夏国运拮据，失去全民修神机会，寿命日益减20年。他答应我的，总要试试。爷爷会没事的，只要这一场神明擂台赢了，我们就不会再受病痛折磨。教廷拿出了底牌，赢不了的。叶灵天是华夏新的希望，即便这次败了，也能带华夏走向未来。上帝耶和华，这还玩个蛋？你没见他都召唤个猴子出来应付了吗？如果他还有大神，这倒是个明智之举，没人能打赢上帝。俺老孙来也！而此时，一声狂笑响彻天地，一股不弱于上帝耶和华的气息降临，震惊四座。最好让这方天地再次记住我的名头，称我为齐天大圣。好一句不识灵山斗战佛，只认花果齐天圣。俺老孙很喜欢你。愚蠢的世人，让上帝来助你解脱。这天地我尚且敢战，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是你至高无上的上帝。法天象地。罪恶之人，聆听主的审判。三昧真果。上帝耶和华看起来比小樱蛙的须佐之男要强太多，不愧是西方教廷的底牌。我的上帝，一只猴子竟然真的能和上帝交手。选择对一个人，有时候也是成功的一大步。他随便召唤一个神明，就能与教廷上帝相提并论，哪怕失败，我华夏也能看见崛起契机。好吧，我承认他很强，只是输的可惜。爷爷，你快看，他要赢了。没这么简单，西方教廷圣子之所以能被选拔为圣子，有他的特殊之处。爷爷走了，你不要难过。一个老头还挺能打，不过我见过比你能打的老头要多太多。不要挣扎，我会洗涤你的罪恶，赐你永登天堂。你让俺老孙觉得恶心，
叶灵天，我很欣赏你的实力，只可惜神明擂台之上，想拼到底，最后就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我教廷隐藏许久的底牌，你有资格见证神迹。就你们也配在我华夏面前称神迹？无知的猴子，神召神明，我为上，神明与我融为一体。满级神明契合度，神明与我融为一体。输定了，我们输定了。将你的神召等级加在神明之上，完美融合，爆发出远超神明本身的实力，确实是一条不错的路。我西方教廷才是全球神明至高存在，是全人类的主。大圣，在我曾经的那个世界，你是华夏心中的英雄，拯救世界。你没骗俺老孙？没有，此战若胜，全华夏神修崛起，人民不再受病痛折磨。我华夏有华夏的教法，50级神召者叶灵天，人神合一。人神合一，这招虽强，但也相当于将自己置身死地。现在只有2种结局，赢或者死，这才是真正的生死斗。全球神明擂台，各国召唤神明纷纷崛起，欺压华夏。而就在华夏将其在一人一神独守国门。我就是齐天大圣，孙行者。没想到你竟然拥有满级的神明契合度，让人意外。我们有着同样的信念，没有契合度又如何？这就是华夏之神与你们的区别。神明契合，神明擂台除他们之外，迄今为止只有1人做到过。不过现在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为什么？人神合一，神明同体，神明若是战斗失败，召唤者就会死。也就是说，他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叶灵天，你们只是一群猴子，猴子也想背叛上帝，还是放弃吧。上帝审判，我代表上帝原谅你们。诸神，黄昏。法天象地，红叶金身。你输了，要输了吗？他若是没了，我华夏又将回到那暗无天日的过去。救赎之道会从你认罪后开始。你想让我认罪？认什么罪？是欲加之罪，还是你自视高高在上，就可以审视一切的傲慢？还是你觉得你已经赢了？难道不是吗？华夏有个词叫韬光养晦。韬光养晦，他能帮你赢吗？我们共守国门，我们共斩外敌，我们意念合一。地下72变，祸火、掩日、御风、斩妖。抛弃自己的神召者修为保命，不愧是教廷圣子，真是不一样的尊贵。凡人，你若不跑，我们还有一战的可能性。你也说了，只是可能性，你不会想让我陪你一起死在这神明擂台之上吧？真是可笑的信徒，西方教廷必败无疑。叶灵天，你很强，但华夏神明有限，我等着看你失败的那一天。华夏连胜者。只要俺老孙在一天，外域神明来者死。呵，这就是国运嘛！从此人间再无病痛。爷爷，你终于没事了。都是因为国运回归，我才有活下来的机会呀。如烟这就去找叶灵天。华夏全民神修实力大涨，华夏之名再度响彻全球。
人神营救，齐天大圣令诸国忌惮，而叶灵天再度召唤大神，受大圣赐福，获得一根救命毫毛，修为直冲70级神召者。70级神召者给身体带来了巨大变化。如果神明擂台是用来选拔血脉，那修神才是真正的过程。但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很有意思，一眼就从众多信物中选下了本座。那是因为我从不质疑自己的判断。传说神召70级之后就可以和神明对话，看样子是真的。你必须做到连胜不败，才有机会在巨变前将华夏推上巅峰，不然依旧危险。有诸位上古大神，这种事根本就不叫事。华夏文明自当碾压一切，但也不要掉以轻心。华夏神召者叶灵天，我叫柳如烟，多谢你救了我爷爷。打赢对我自己也是有好处的，所以不用谢我。不过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只要心诚，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能请你去吃个饭吗？还是我要是没完成，我爷爷会难过的。那就去吧。如烟，我约你和众神山约瑟吃饭，你说没时间，怎么在这和一个乡巴佬吃饭？注意你说话的态度。要是能跟着约瑟哥哥前往众神山，才是彻底的翻身。这垃圾华夏文明，我早就想走了。人求神明觉醒，华夏文明断层，在神明擂台上连战连败，国运龙脉尽数丢失，人民惨不堪言。直到这个男人的出现，他将以一己之力重建华夏光辉文明。他将代表华夏出战，与众神山神召者鲁夏龙脉开战。朋友，我不是和你说过，不要让我在神明擂台上看见你，不然我会让你华夏永无翻身之日。前2场我能赢，这一场也一样。华夏无神，全球人都知道这一场战斗特殊，为双神之战，蛮夷荒漠，文明废土。你能找到2尊神吗？太阳神、阿波罗、冥王、哈迪斯。众神山的大神都好帅，他们才是真正的神，不像我们召唤的都是什么玩意。再怎么样，你也是一个华夏人，请注意你的用词。那又怎么样？约瑟哥哥已经答应带我去众神山，我已经提交申请退出国籍，你看着吧，你的叶灵天会输得一败涂地，再也爬不起来。华夏文明如何，不需要任何人评价，但我会让全世界重新认识华夏古神话。你以为打赢一个软蛋就能与我众神山相较量？我这次来华夏探访，真的很失望。你们落后、卑微，就像一群生活在下水道的老鼠，弱得可怜。下一场就是我和你打，要么直接和我赌命，要么跪下磕3个头滚出华夏。我这个人喜欢赌，如烟女士跟着她是没有前途的。我想带你回众神山，你愿意和我走吗？抱歉，生在华夏，死在华夏。约瑟哥哥，他不去我去，众神山多好，月亮都要更圆。我早就想去看看了，只要你带我去，今晚人家什么都听你的。如烟女士，希望你能想清楚，华夏必死无疑。还是我高看你了，你怕是连一个像样的神都召唤不出来。要不加1下赌注，我若输，不仅死，并且将尼罗河龙脉送你；你若输，就将长城龙脉送我。龙脉乃是国运根基，这可是叶灵天连胜2场，才好不容易恢复的一条龙脉，让人民不再病痛，恢复修神身份。乡巴佬肯定不敢。我满足你，神明擂台一语成谶，我跟你赌。一时之间，叶灵天的赌注震撼全球，这无异于将好不容易稳定的华夏再度推上风口浪尖。愚蠢的华夏人，你用火，我给你叫一位用火的祖宗，恭请3皇之首，火土界的是。人类害怕黑暗，
这份恐惧与生俱来，并且挥之不去。火给了人战胜恐惧的希望，带来了太阳和月亮之外的温暖和光明。火种一旦熄灭，就只能等待上天再一次的随机赐予燧人氏的出现。一时之间，全华夏都沸腾了。这是龙脉在为燧人氏歌颂。人对黑暗永远恐惧，是燧人氏的火照亮了华夏，带领华夏运用自然，利用自然，这就是火祖。孩子，你召唤我，使这人间又失去了夜晚的光明吗？晚辈叶灵天，请火祖再为华夏点亮未来的光芒，不要让华夏的新生代活在永恒的黑暗中。自当如此，你能召唤我，我很开心。不过是一个用火的野人罢了，我只需一缕神光就能让你消失。没人能逃出太阳神的神照烈阳。叶灵天已死，华夏败。真是不经打，这样就没了。叶灵天，你一定会没事的，对吧？他对神明的理解远超常人，绝不会这么轻易落败。我不信。用这位孩子的话来说，弟子就多练。跟我迷人的老祖比用火，你知道什么叫差距吗？创始神火，我将为华夏再度点亮黑暗迷灯。不可能，华夏的猴子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文明水平？不，更因为叶灵天极度了解神明，才能超常发挥。华夏文明断层，擂台连派，叶灵天以一己之力连续。这次他领祖上华夏气运，迎战众神山，火祖燧人能使汗流浃背了吗？阿波罗，法克，要不是我对神的了解太少，怎么轮得到你这只猴子上蹿下跳？太就多练，输不起就别玩。我就知道他一定行的。你们这群黄皮猪得意什么？约瑟哥哥还没使出全力。我自愿放弃控制权，请两位尽情释放自己的力量吧。因为自己没能力配合神，所以干脆让他们自己发挥嘛。那又怎样？死人是激怒不了我的。我被克制了，花底斯对他使用那招吧。蝼蚁见证神威吧。冥界法庭，太子。燧人氏，我将审判你。审判我华夏始祖，你算个什么玩意？我是冥王，管你是什么族，只要是死的就得听我的。孩子，你很有趣，我倒是想听听你要审判我什么。为人之躯，却行神之事，私自将火种带给卑贱的人类，与普罗米修斯同罪。一派胡言，火何时成了你们的特权？神说要有火，这才有了火，这还不够，我将代表神王宙斯对你处以丁刑。究竟是什么怪物，在我的领域里还能伤到我？凡人，你已经触碰到诸神的威严了。狡猾的希腊神明，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诡计都是无用功。你别得意的太早，双神大战的规则你还不知道吧？难道不是把你们打废就行了？双神之战，赢的前提是召唤出2个神，这考验的不仅是神的实力，更是文明的底蕴。仅仅1个神，赢了也不作数啊！这是什么破规则？赢了我你也是输，我众神山输得起，你华夏输得起吗？
卑鄙无耻，2打1还要耍赖皮！你们众神山都是群酒囊饭袋，连规则都不知道，还厚着脸皮上擂台。你们这群华夏草包，还是早点滚去死吧！你到底是不是华夏人？少乱攀关系，谁跟你华夏人？影响我进众神山，老娘跟你没完！凡人神明，我承认你很强，可那又怎样？你敢灭了我吗？我就是求他灭我，他也不敢。你们2个鼠辈也配称神？我们之所以是神，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神。你们这种靠后天努力升上来的，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时间差不多到了，你要输了。孩子，单靠我没法帮助华夏吗？火主不用担心，我正好做个实验。这猴子在做什么？拿出一张破纸就想召唤神明，连个像样的信物都拿不出手，华夏真是穷困潦倒，跟我的气质完全不符。时间就快到了，叶灵天在搞什么鬼？没有双神，我们怎么拿下这场胜？叶灵天加油啊！吾辈叶灵天，以双眼为灯，以5脏为路，以灵魂为引。不管你召唤什么，我会立刻将它消灭，到时你们还是失败者。恭请万魂之宗，丰都大帝。此时，丰都大帝来到在神华下子孙老上行，全场惊骇，鸦雀无声。这位鬼魂之宗，阴间最为诡异狰狞的至高神，就这么出现了，成功了。凡人，一半的信物根本无法召唤出我的真身。大地分身足以盖压一切，何须本体出场？竟然是冥界的生物，我是冥王哈迪斯，还不速速跪拜你的神！华夏文明断内怀如大小，叶灵天祖上的龙脉，召唤火主虽人力压希腊双神，却仍然逃不过失败的宿命。直到叶灵天召唤出丰都大帝，这一刻，全世界都黯然失色。一只小鬼也敢对我如此放肆！放肆！我是冥界之王，冥界之门。放肆！你们在干什么？我以冥王之名命令你们，不准退！哪怕是3界5行之外的鬼，都逃不过我的掌控，神也不例外。你要干什么？你不是喜欢审判吗？我抓你到地，让你去和十殿阎罗好好讨教。怪物，简直是个怪物！不是，你有啥实力啊，冥王老弟？在丰都大帝面前，你不过是个小鸡仔。放开我，我认输，我不玩了。不能认输，我才是你的罩主，我绝不允许你给众神山丢脸。哈迪斯，继续战斗，直到死为止。让我为你们这群凡人送死！老子是冥王，不是天使，我以反噬罩主为代价，解除契约。你个混蛋！被自己的神明抛弃，你们众神山真是一败涂地！哈迪斯这个软蛋，我阿波罗还在，今天绝不会让你们华夏神明小瞧了。小鬼们最喜欢硬骨头，那你就带他下去吧。又来这一招！阿波罗，为了我们众神山的名誉，干掉他！这雅典娜突然有事找我，抱起了孩子。阿波罗，你也是个混蛋！你已经被神抛弃了。是他们配不上我。没有神，我一样能靠自己斩杀神明。他想干什么？约瑟，你在发什么神经？你要是死了，谁带我去众神山？快点认输！闭嘴！约瑟家族的男人最终只有2条归宿：战胜或战死，绝没有认输这条路。小子，该怎么做？有时候神甚至不如人，让他像个战士死去。
为了约瑟家族的荣耀，是给我去死！他是个真正的战士，给他最高的礼仪。我们赢了，大地分身镇压一切，谁还敢小瞧我们华夏？那个女人兑现承诺，滚出华夏！黑幕，绝对是黑幕！华夏这种落后文明，不可能有这么强的神明。叶灵天召唤的是他国的。你还敢在这胡说八道？等华夏覆灭，你们就知道我现在的选择有多正确。少得意忘形的叶灵天，下一场我跟你打，我会让你们华夏虫子见识到风暴之王的力量。奥丁，你直接告诉我，难道不怕我反噬你？笑话，就算让你翻遍华夏史书，也不可能找得出一位能与那位大人匹敌的存在。下一次，我会狠狠践踏你的全部。我们走。公主，还有我，约瑟哥哥答应过带我去众神山的，他都战死了，你们总不能不顾他生前遗愿吧？连自己的国家都能放弃的贼人，根本不配提及我众神山烈士的名字。因果报应啊！一个丧家之犬，还不滚出华夏！该死的约瑟，成什么英雄？我的前途都被你给毁了。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我也是华夏公民，你们没有资格赶我出去。元首的身份够不够资格？我通知你，你被逐出华夏，你的功绩必将名垂千古啊，小子！这都是华夏底蕴足够，我只不过是略微出手而已。不骄不躁是好事，不过我要通知你一个坏消息，你被禁赛了。直到叶灵天的出现，他一出场就豪取3连胜，打得他国溃不成军。本以为他能带着华夏一路高歌猛进，没想到却出现了意外。不能紧张，就算是无法战胜的对手，也不能给华夏丢脸。怎么是你这种无名之辈？本公主点名要打的是叶灵天。叶灵天听到奥丁的威名就闹了，躲起来当缩头乌龟。叶灵天，你一定躲在某处看着吧，就让你见识一下众神山真正的实力，让整个世界跪倒在风暴之王的怒槽下吧。这就是我众神山大神之一的奥丁，他一人足以单挑你们华夏所有神明了。完了，全完了！这场必输无疑，输了我们全国煤矿损失1000亿不说，还要给众神山开放，直接享受我华夏契约。不要吵了，每一个为国出战的人都应该得到尊重。叶灵天，你真是太厉害了！我能和你合个影吗？你找我还有其他事吗？我听说你被禁赛了，我也是神召者之一，说不定就被抽到了。我想找你补习神明知识。原来这才是你的目的，行吧？我爷爷手上有些信物，不如你帮我看看哪个能用。就用它吧，或许会适合你。谢谢。等会我请你吃饭。这也是信物吗？不是的，这是我去世的奶奶留给我保平安用的，重要场合我都会带在身上。泥娃娃或许会跟女娲有关呢。女娲是谁？我能召唤吗？我开个玩笑的，你千万别乱喊，要是叫错了可是会死的。颤抖吧华夏人，认输并不可耻，你毫无胜算可言。这就是诸神之王。作为一个等级低下、初登擂台的柳如烟来说，这种毁天灭地的对手，无疑是对他造成了心灵与肉体上的双重打击，以至于他紧张到无以复加地步。我柳如烟，恭请9天玄女。怎么会这样？
他居然召唤失败，奇耻大辱！华夏的神明见到奥丁都不敢出来了。有史以来最菜神召者，居然还是我们华夏的，我上都比他强。本以为你们华夏是个值得尊重的对手，原来值得我注意的只有叶灵天一个人罢了。奶奶，我失败了，我成华夏的罪人了。这时，心如死灰的柳如烟突然想起来昨天叶灵天说过的话。女娲，不管了，有希望就要试试。我死了不要紧，不能丢了华夏的威严。我柳如烟，恭请女娲。那天地间第一位女性是女娲，她照自己的样子捏了一个泥像，泥像活了，并将人分为男人、女人。正当人在大地上开枝散叶时，水神和火神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一休无常，女娲看着出生的人类，他们完全无力对抗这天崩地裂的灭顶之灾。她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站了出来，她要拯救这个世界，或许只是想挽救自己的孩子们。大地之母女娲稳了稳了，居然召唤出了这种级别的大神，还好成功了。如果失败，后果不堪设想。我赌对了，奶奶，我没有给华夏丢人。孩子，你受苦了，别怕，接下来交给我。女娲大人，我会和你一起战斗。没想到阴差阳错之下，竟召唤出了创世神女娲。比之北欧诸神之王，究竟孰强孰弱？看来华夏已经走到头了，召唤出一条蛇也能让他们这么激动。水天玄女召唤失败，我召唤出大神女娲，她的对手还是诸神之王奥丁。华夏创世一人和北欧风暴之神，究竟谁更强？华夏之母女娲比起天后弗利嘉又如何呢？这种气质与弗利嘉的高贵不同，她有着凡人的亲切，又有着神明的庄严，我已经迷上她了。可怜的孩子，我并不想伤害你，认输是在保护自己。哼，说得冠冕堂皇。你若答应做我的妻子，和我回众神山，我可以答应你认输。啊！奥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这是神的举动。我给过你机会，你这厮既不知礼义廉耻，也不懂伦理道德。让我来告诉你，面对我该用什么姿态。一招就把神王打得跪下，不识抬举，神王的赖你不接也得接。我何时允许你站起来了？奥丁，我不能输。能打赢我的神有很多，但绝没有华夏神明。说吧，听命于我。在我面前卖弄道法，没收了你的。怎么回事？你究竟是什么存在？我是神王，谁能剥夺我的全能？神王，你的弱小超出我的预料。就这还风暴之王呢，都给我女娲大神打笑了。连我这关都过不了的话，就别妄想挑战叶灵天了。不可能，我可是70级神召者，召唤的还是神王，凭什么输给你这个菜鸟？因为我是最高贵的华夏血脉。太猛了！我若能早点召唤出这种神明，我可只是华夏上将，我要做世界的上将。老祖宗的实力自然不容置疑。没了风暴，我还有大卢恩。妖童小技，五行之术。稍微学会了一点礼仪吗？跟我对话，你得跪着。我跪个屁！我是诸神之王，我是奥丁，谁也没有资格让我跪下。奥丁，你还在等什么？这场战斗我绝不能输。我对神圣的永恒之枪
冈格尼尔起誓，强奸所及之处，尽数毁灭。不祥的征兆。好眼力，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一个概念？奥丁对圣枪起誓的那一刻起，他的敌人就已经死了。这一击能贯穿所有。女娲，给我从天上滚下来！身容天地，虚实无形。没打中，为什么？不可能，没有任何生灵能躲过我这一枪。井底之蛙，我随手施展的法术，便是你们的诸神黄昏。法则奥丁就这么没了，强的超高，华夏参加神明擂台，简直就是作弊！我要投诉你们！我还是更喜欢你们桀骜不驯的样子。我输了，输得彻底。我们又拿下一场，是时候准备一场庆功宴了。元首别在新桌了，收拾起来挺麻烦的。不是，等等，你们看擂台。是奥丁的圣枪捅破了天，怎么会这样？有我在，没人会受伤。这一枪一条，华夏合众神山的上空都出现了窟窿，这得殃及多少人了？预计损伤多少？现在是0，但估计一天死亡数就会超过100万。有蛙主在，一个人都不会死。令时总是惊人心思，可补天实属不易。孩子，能借给我力量吗？全球神明擂台，最强神召者叶灵天遭到禁赛，国民绝望之际，柳如烟召唤出女娲，将神王奥丁打得灰飞烟灭。他陨落前破了天，一时间愿意借给我力量吗？还能补天？我当然愿意，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做。补天消耗的力量巨大，以你凡人之躯，也许会命丧于此。即使如此，你还愿意吗？不管牺牲什么，我的答案都是愿意。怕吗？当然怕，可是我更怕我的家园被毁。来吧。战斗都结束了，华夏的僧还想干什么？他们这是要补天，这个菜鸟为什么有胆子做这种事？谁也不能伤害我的孩子。是大圣，大圣居然活过来了。俺老孙根本就没死，和其他神在九霄看着你们呢，你们做得很好。哈迪斯、阿波罗，你们去把天补了。我们吧，华夏的神能补，你们不行。我们还真不行。那我就告诉兄长，让他把你们吞噬了。这我们试试吧。自此，华夏再次成为神。柳如烟神诏统计升至40，华夏夺舍众神山煤矿1000亿吨，并派遣大使入驻众神山。华夏的全国排名一举从倒数晋升至第5，屹立于世界之巅。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但可能会变成植物人。这孩子没有为华夏丢脸。您的孙女是英雄，必定为华夏所铭记。神召者叶灵天获得排名奖励，神召等级提升10级，当前为80级。
获得擂台交易资格。好东西啊！擂台交易资格可以付出代价换取协助，即使你上不了场，也可以提供援助。原来如此，这个凯撒是谁？满级神召者，众神山最强者，神王宙斯的召主。100级神召者，妖主，满级神召者很强吗？那是自然，满级会解锁专属神技，这项神技是能够弥补神明实力差距的。看来我必须要尽快提升神召等级了。下场随机到我了，你帮我挑个最厉害、稳赢的神明。就用他吧，万江口二郎显圣真君，比起大圣只强不弱。无名之辈，听都没听过，一条狗能召唤个什么出来？你是不是见不得我赢了？爱信不信，你要是有更好的，又何必找我？你。呀，这不是上将吗？没想到还能再虐你一次，竟然是你出战！上次的羞辱，我要加倍奉还。凭你还做不到，只有叶灵天才能与我一战。叶灵天，又是叶灵天！你们别忘了，曾经我才是华夏第一神召者。华夏还是一如既往，我的幽默让你见识下真正的神明，伟大神圣的炽天使，净化一切污秽的加百列，聆听主的召唤。遗毒的羔羊，作为南星最卑贱的种族，能见证神的降临是你的武器。伟大的主啊，幸福司马东西，永远追随您的羽翼。加百列竟然是这种高级神明，还不快召唤你的狗神出来受死！这要是召唤出个弱神，华夏的命脉就毁在我手里了。华夏神明断，擂台轮大势，飞机接踵而至，好不容易稳定，此刻又申请漩涡者，调停派出炽天使加百列出战。若此战失败，华夏将10年不再出现新国域一片昏暗。信物的库存所剩无几，若是10年不出信物，我华夏必亡。此战只许胜，不许败，这是军令状。元首放心，真君一招，加百列得分8段。这叶灵天一直都跟我斗，保不齐他会害我。我不好这个心，幸好见过自己。家族典籍记载的最强神明，行善彼安，作恶为救，持连拱，击鬼魂，地狱红荡荡，恶魔现人间。有请勾魂使者飞无常大人。好吓人，这是鬼吗？他怎么召唤了无常，还只有黑无常？什么意思？黑白无常在擂台上属于双子神，他们发动全能也需要2人同时出现才行。单一个黑无常根本没有神权，必须再召唤一个。或召唤出一只恶鬼出来，是给加百列送功德的吗？完了，最强神明黑无常怎么是只鬼？凡人，你完全不了解我的事迹，就敢召唤我？这我不知道啊。只知道名字就召唤了吧？文明废土，果然名不虚传。加百列将它净化，在圣火的炙烤下湮灭。不可能，所有恶鬼沾染我的圣火，都将灰飞烟灭。老子18重地狱我都闯过，你一缕小火苗就想杀我？我乃清理一切污秽神圣存在，你伤不到我。可恶，我本凡人身，没有风度大帝赐予的神权，根本对付不了他。黑无常大帝，
这场战斗可不能输啊！小子，你当真一点都不了解？既然有黑无常，那肯定就有，答案已经很明显了。您明说吧，我真的猜不到。冲破，等你死了，我要炙烤你的灵魂10万年。别再垂死挣扎，从你被召唤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输了。华夏根本没有实力，若不是之前圣子贪生怕死，上帝耶和华怎会被一只猴子打败？我错了，我是华夏罪人。上将，你不该猜疑我的，我也是华夏人，怎么会害自己的国家？有没有办法可以补救？这场失败我们承受不起。开启擂台交易。一番操作过后，叶灵天已降低自身20级的代价，交易了一次3秒的场外援助机会。上将，重新召唤，他们的封号是10大阴帅，黑白无常。白无常，有请10大阴帅，黑白无常。什么鬼？你们怎么能召唤出双神呢？八爷，地府的招牌都要被你砸烂了，丰都大帝要亲自教训这只大鹅。老子野鸡头上的，带他下去晚饭。 2只又如何？不过是多一条亡魂。灵高所及，绝无火靠。你的灵魂，我收下了。这不可能，我是天堂的天使，最圣洁的存在，上帝会保佑我，你们带不走我。傻孩子，你的上帝早就被大圣挑死了。 天堂是什么杂碎聚集地？你充其量连个天兵都算不上吧？小子，你早点把七爷叫出来，他活不过一夕。这就是我华夏的底蕴，2只鬼都能碾压教廷顶一些战力。这不可能！你们华夏作弊了，怎么能临时再召唤一个鬼神？至此，华夏4连胜，教廷10年不得再出现幸运。 华夏踩着他们的头，荣登国家排行榜第4，获得进入上古遗迹认领幸运的资格。完善神兽的面纱。叶灵天的到来，让原本暗无天日的华夏顶住华夏也在无形之中成了各国的眼中钉。就在刚刚，上古遗迹开启，排名前5的国家来认领幸运，没想到西天极乐居然联手要霸占华夏幸运。 哦，西天的历史记载的非常清楚，这是我神梵天保养用的鸡毛掸子。笑话！自古以来，浮尘都是我道教器物，什么时候成你天竺的了？全世界都受我神梵天度化，他的养养流传到华夏，被你们当作道教器物，这有什么问题吗？ 你华夏文明只能靠偷克抢吗？贼喊捉贼！我没记错的话，你们国家连文字都是靠偷的吧？所有文明都属于蓝星，你怎么证明我们偷了华夏的？我没说是华夏，某人对号入座了。你，哼！无论你怎么辩解，都抢不走佛主梵天。 伟大的梵天，万物的始祖，土行僧天海，在此取走您的性命。怎么回事？当然是喊错名字了。大觉金仙没够资，西方妙相主菩提，不生不灭33行，全气全神万万词，5倍叶灵天，在此取走您的信物。 没想到真的是华夏神，但肯定不是什么厉害角色。冤家路窄，
我正愁没地方教训你呢。这场晋级4强的战斗，我会拿出全力把你们华夏踢出擂台。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这了，往后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前面华夏输的太多了，导致我们现在输一局，整个华夏就得覆灭。怎么回事？这是一场无规则的死敌之战，只有特定的文明交手才会触发，赢的一方将继承败国的一切。也就是说，我们输了，华夏文明将被樱花吞并，彻底被抹除存在过的痕迹。你们华夏本就该属于我们樱花，不过是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罢了。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输了我不仅是灭国元首，还是华夏的千古罪人。全世界首次出现死敌之战，所有人都会死。毫无疑问，胜出者的一方将会一举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有请倭始皇天照大神、凶兽八岐大蛇。我国至高神天照大神，故乡太阳的化身。从今天起，华夏更名樱花，所有华夏神明列入高天原，位列樱花众神之下。2个神明，无规则战斗，可以尽情召唤神明。你华夏不毛之地有这么多神明吗？叶灵天，你这次会召唤出什么来呢？打这种小神，我随便召唤一个就够了。手持轩辕平桌录，玉成应龙镇四方，吾辈炎黄子孙，恭迎华夏之主，五帝之首，轩辕皇。破碎虚空，御驾而行，这就是我老祖宗嘛。什么级别的战斗需要召唤我来？护国之战，你知道我是谁吗？一具尸体。我是你未来的主子。顺天有基础是因无神护之。天哪，这是龙！我们华夏真的有龙！太古时期最令人神往的战役，莫过于涿鹿之战，百兽齐放，魔神乱斗。有机会真想见识一下。那就让你见识下那场战斗的光景吧。叶灵天迎战樱花，触发死敌之战。此战败，华夏彻底并入樱花；赢则反之。樱花召唤出了天照以及八岐大蛇，而叶灵天召唤出了五帝之首西元。这场护国之战究竟意思？这是什么地方？涿鹿之野，你的目的。大火灭尽，安然万物华夏。八岐军就这么轻易被斩了？当初薛佐之难斗费了9牛2虎之力才赢的。萤火也配与皓月相比较。这是轩辕剑，你是轩辕皇。你这畜生认得我？爷爷饶命，认得。太古时期，我曾是水神公公的属下。什么意思？难道八岐大蛇其实是华夏的神？不可能，八岐军是樱花的神明，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八岐军，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华夏神力让我想起了一切。我的神明是相柳。相柳，上古10大凶神之一，记载被大禹斩杀，没想到竟然逃到了扶桑。华夏神明竟敢帮着外敌征战我国。我是无辜的，是这群凡人篡改了我的历史，让我变成了樱花的神明。
这不可能，我不相信。八旗军立刻为你的国家消灭他们。你要投敌吗？要不是老子当年打不过大禹，怎么会逃到樱花那个小地方苟活？况且在那待那么久也没有找到女朋友。想找女朋友，你去爱聊啊！平时没事会认识妹子，爱聊上不一样，美女多，很好聊。这么好，我怎么下？我把链接放左下角了，点进去就能看到。第一次进去可以先匹配同城附近的，都是本地的聊了，也方便出来玩。真人头像真实年龄，而且还很主动，谈不成就当聊天解闷，多个美女聊天。那我必须下一个了。这句话对小日子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在樱花无法无天，吃人百万，令神明畏惧的凶兽，竟是华夏混不下去，一路逃亡过来的丧家犬。原来华夏这么强大吗？身为华夏人，我却一点不知道。恳请血元皇让我认祖归宗。认祖归宗可以，在我手下赎罪1000年，还你自由身。太荣幸了，我向来有愿为血元皇马首是瞻。同时，叶灵天解锁认祖归宗成就，等级提升10级，获得齐天大圣的不败金身。也就是说，我现在是杀不死的。八旗军，你真是个软骨头的神。注意称呼，我乃血元皇坐骑，凶神相柳。我先解决了你这个叛徒。现在是本地的宠物，在华夏之身，勇敢不怕。我不仅要灭他，我还要整个华夏匍匐在我的脚下。轩辕剑。大御神之身。吾以轩辕镇主流，途径百万来办事。试问这诸天神魔，谁敢犯我华夏？我不想死，天照大神，放手一搏吧。小心啊，叶灵天！哼，不败金身。什么？区区凡人竟然能挡住我的攻击？没了，樱花要消失了。即日起，世上再无樱花，只剩华夏瀛洲岛。多谢老祖。真棒，华夏并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弱，是个不错的国家，我会亲手为他们送上覆灭。华夏在这场死敌之战胜出，自此樱花并入华夏，更名瀛洲岛，获得樱花所有器域。华夏人民平分樱花神诏等级，全民提升10级。华夏自此成为神明擂台第1大国。就算你夺了我的国家，我也不会听你们的命令。一日樱花人，一生樱花魂。没有这个必要，你们根本活不了。樱花虽然成了华夏地盘，但你们属于樱花人，输了就得死。由于吞并了樱花，华夏气运步入巅峰，身体恢复飞速提升，本该成为敌人的如烟，在短短几天就苏醒过来。华夏晋级4强，吞并樱花成为世界第1了，只需再赢2场，华夏便不断万古，失败则就地消失，势如破竹的。却遇到了大山，西天召唤出了佛道大成者释迦牟尼，华夏有谁能与之？放下屠刀，我佛可普渡华夏众生，将你们送往西天极乐享福。如果以华夏认输作为前提，就别谈什么普度众生了，不过是利益交换。你戾气太重，只得由我佛亲自教诲你的英万、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祖师，请拯救顽劣的苍生吧。愿我佛杀尽敌国，挽救您忠实的信徒。施主，一切有天定，你又何苦挣扎呢？去你的天！华夏的命运从来都掌握人民自己手上。诸天气荡荡，不到日兴隆，有请天外仙都与天地同寿者大觉金仙普祖师。
万位释迦见过菩提祖师。菩提祖师是谁呀？让我佛度祖师心中。传闻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这才有了后来的佛教。按理数，你多少得磕一个，说不定你就成圣了呢。休要动摇我佛心。什么？还有这段故事？没想到全天下文化都有华夏的身影。这又是触发了什么？大事不妙了！这是论道之战，不能见血，谁能赢，取决于各自道行的深浅，强对决啊！论打斗，因弹指，我便灰飞烟灭；可论道，您就不一定是我的对手了。你的道是什么呢？我普度众生，如今功德圆满，而菩提祖师你藏匿于三界之外，无香火，无信仰，如何破得了我？让众生的香火与信仰成了你论道的工具，功德便不复存在。一个念头，你便功德尽散，落入那九幽地狱。什么？一句话就破了释迦佛祖的功德环，晚辈受教，可我的道还没输。你没输，只因我从未入局。无为而无不为，不为华夏，不为输赢，一切顺应自然。这一环破你世俗之心。原来如此，我虽已成佛，却带着这道佛教。从一开始我就已经输了。我来之前已掐指算过，参与这场擂台的文明皆为失败者。菩提祖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早已大道成圣，不会干涉任何事。菩提祖师知道神明擂台的一切，却不打算告知吗？看来一切的一切早已注定，我们都逃不过宿命。你又错了，事在人为，修言万般皆是命。这最后一层信仰环为何会破？我不曾动摇半分。你虽未动摇，心念却已改变。你起初认为结果是赢，视为宿命，如今你输了，却仍归咎于命运，视为借口。好，这么晚。不过有一点我不服，你一道环都没有，岂不是从一开始就立于不败之地？正是，你有功德、信仰、世俗这三环枷锁，而我无拘无束，自然傻得赖皮。看来我的道行确实太浅。想不到佛教最大成者竟被三言两语击破道心，是我们输了。论道之战，华夏完胜，华夏全民获得道法加护，觉醒修道之根。叶灵天等级提升10级，成功晋级决赛。接下来面对他，便是众神山的满级神罩者。只差10级，我就能觉醒神迹了。菩提祖师，你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多行善举，结局自然配得上一路颠沛流离。这论法，菩提祖师完成释迦佛华夏人觉醒，同时也迎来了神明擂台第一次终极决战，对上满级神阵。叶灵天背负全华夏的期望，再次登上擂台。很遗憾，你没有觉醒神迹，华夏的历史结束了。对付你们众神山，我1级都够用了。靠神明助力，注定是渡佛。唯有人类自己成神，才能掌控世界。赢下这场擂台，我将羽化成神。吾名宙斯，统治一切的全能神，所有神明的父亲，世界的至高主宰，跪拜者可免死罪。叶灵天是个好苗子，只可惜华夏注定败北。哼，你看着吧，华夏的神明会让你心服口服。众神山最后的王牌，就这。怎么回事，宙斯？
这法器有股毁天灭地的力量，我的神魂好像要炸开了。万物所出，造于太一，诞生于上古洪荒时期的宇宙先驱，世间第一位天帝，统御诸天，执掌光明，主宰宇宙星辰的无上王者。吾辈叶灵天，恭请东皇太一献界。你这神明能打吗？想要能打的，不如试试这个。这是什么？今日上线的 DNF 原汁原味手游，不光打击感强烈，动作真实，让人身临其境。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DNF 手游保证是原汁原味正版血脉，一上线就是好评如潮。那我必须拉着整个众神山一起玩了。再强调一遍 ，DNF 手游今日上线，欢迎百万阿拉德勇士回家。这是什么怪物？害怕了吗？比之华夏，你们的神话不堪一击。怎么回事？小子，这方天地无法承受我的真身，我一旦降临，整个世界都会崩塌。什么情况？叶灵天也会召唤失败吗？怎么在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虚张声势，要是逼不出神明来，就别浪费我时间了。一成力量如何？一成啊，有点压力，但足够了。全宇宙注意！参见你们的皇帝！星辰之力吗？没想到满衣废土也有这种级别神明。撕裂群星之雷。你的攻击如同儿戏。怎么会？你跟我说你只有一层力量，你难道认为朕现在很强吗？我不是对手，拿出王牌吧。本来想藏着，看来现在不得不用了。总之，不是。奥林匹斯12主神将力量献给几个王。兄长赌上一切了，众神山的气运以及12主神的力量都成为了宙斯大人的助力。宙斯集结了众神山所有的力量，这不是作弊吗？不，这是凯撒百级觉醒的神迹，没想到竟然能让神明吞噬国运。天帝要对付整个众神山了。不好，他想突破百级，不能让他觉醒神迹。主神将对华夏进行审判，以注定败北。胜负由朕岂由你？太乙神荒挡日月，笑9天10地，唯朕独尊。和我战斗，你够资格吗？垃圾袋都没你会装，我要亲自教训你。宙斯的力量又增长了几倍。这就是众神山12主神融合之后的力量，恐怖如斯。完了，东皇太一只有一成力量，他怎么能挡住？完了完了！全球神明擂台迎来最终决战，面对东皇太一毁天灭地，宙斯吞噬了奥林匹斯12主神，进化成叶灵天与武装的奇迹。见证巨轮滚滚，不解造物的巅峰。众神山最强的一招，这力量足够湮灭一个宇宙。小子，还要多久？马上升级，撑一会儿就行了。
天授旨意，无上权柄。我是天选，也是唯一。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洞皇钟是个黑洞吗？终于明白为什么他只用一成力量，一个法宝就能毁天灭地，真身降临，吹口气咒死就得化成飞灰。华夏的神明太危险了，以后召唤都得悠着点了。一时间，擂台陷入恐慌。若非神明擂台规则限制，不超过1分钟，整个蓝星都将崩溃。小子，还没好吗？东皇钟一出，甚至可能连你也吞噬掉。再晚点，我收不住了。好了，接下来交给我。东皇钟收。不好，他已经觉醒神机了。你该死了！神明降临，皇帝助我！神经吧，已经无限接近神明了。没错，你能吞噬众神山神明，但代价是之后不能再召唤，而我能直接请召唤过的华夏神明上身。失去了众神山气运，你甚至不是我的对手。神明降临，大圣助我！不，宙斯不能消失。我认输，这可由不得你！我要拿宙斯的头救华夏大旗。众神山败了，华夏真正的站起来了。怎么会？宙斯输给了一个华夏凡人。叶灵天，这就是神明的力量，你难道已经成神了吗？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华夏人。华夏成功夺取世界第一。获得擂台赐福，未知出现概率提高，完成可增加国运，获得丰富奖励，信物出现概率大幅度提升，全民寿命提升50年。爷爷，你又能多活50年了。未知出现，不知道又要死多少人了。我们还有机会回众神山。华夏夺得世界第一的消息，各国召开体系会议。华夏登顶的同时，也成为了全球虎视眈眈的对象。一时间暗流涌动，风雨欲来。总统，众神山第一的宝座绝不能这么拱手送人。是我低估了华夏神明，如今我们损失了宙斯，想重回巅峰，靠擂台是不可能了。不需要擂台，众神山底蕴十足，我们趁夜闪击华夏，只要诛杀叶灵天，就没人是我们的对手了。凯撒，我正式任命你为征华总司令，点兵30万，首要任务除掉叶灵天。遵命。小伙子，前途无量啊！我是越看越中意，我看你们俩如此般配，不如就……爷爷，你在瞎说什么呀？哪里般配了？我们华夏人生来黑发黄皮，你们俩的头发就像院子里的鸡，一只公鸡，一只母鸡，难道还不是般配？爷爷我……鬼秘即将降临，你要做好万全准备。你是谁？无名盘古。开天辟地的盘古。因为华夏登顶加上反击的原因，神明已经可以托梦了吗？鬼秘是什么？华夏神明宙斯众神山败走后，凯撒命令点兵30万闪击华夏，国战一触即发，叶灵天一人正是活死。我就知道你们这群洋鬼子输不起。第10名，我们确实不行。帝国烈，你们就是蝼蚁，雷神之锤。
半神境界，你们怕不怕？我们长城军的口号是什么？陷阵之阵，有死无生，击鼓进军。长城龙脉的庇佑吗？那我就杀到你们龙脉耗尽为止。谁敢犯我华夏？这么多人，这场景可不多见。我先拍个照留念一下。这不是国产黑科技吗？我想都没想到，客官这是打哪来的？格局大一点，这是我在左下角白嫖的。官方下血本放了8000台华为 Mate 60和苹果15 Pro 人人都能领。我看过这种广告，真能领吗？骗你干嘛？我视频左下角是真的，平台都审核过了，不信你下一个。没看到呀。你得注册才能填地址。优良，要是有 iPad 就好了。简单，帮我再加些 iPad 呗。好的，已经准备好不限量的 iPad 骨肉，现在从你左下角下载的都能参与。我现在去领。这是大圣户，所有将士退守城门。你想干什么？你要一人对抗他数十万大军，将指挥权交给叶凌天，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遵命了，所有人退守城门。抱歉，我是怕误伤友军。有意思，所有人退后，我要和他单挑。正解在这了，我凯撒没说，我凯撒就是人类之神，我凯撒就是天，你凯撒就是狗屁。这么多人，力量要耗尽了。不敢想象，众神山30万大军兵临城下，叶凌天竟然一个人就能守住国门。叶凌天加油啊！打赢了我就嫁给你！别乱说，我告诉你们，叶凌天可是在我家留过夜的。这是长城龙脉的力量嘛？感觉一切都回来了。他竟然还能站起来，接着给我打。大夏境内，我无敌。怪物，他不知道累了。叶凌天一个人把整条长城龙脉打干了，怕以后首都的发展会停滞不前。干就干，这一战打出了我华夏的风采，他打得值。司令，我们30万大军只剩3万，原本计划一夜攻下长城，现在3天过去，连长城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一个人杀了我们27万，叶凌天如神兵天下，我们不是对手。撤，快撤！杀了我华夏将士还想跑？凯撒，怎么回事？我从了败军之将，叶凌天有龙脉加护，我们几乎全军覆没了。报告总统，华夏打仗来了。什么？他们怎么敢的？没有龙脉的力量，单靠我一个人没办法打上去。算了，这次就放过你。诡秘就这，杀了他，说不定对华夏有利。先找个地方观察观察。众神山各国都派马加鞭赶往众神山争夺主权，获得新国的种子。
巨人族苏醒，诸神黄昏来了，天佑众神山，耶梦加德，是我们众神山重回巅峰的机会，绝对不能让他国抢了。全球神明复苏，华夏将倾，直到叶灵天接连召唤上古大神，才缓解华夏危机，但也因此得罪众神山鹰将，双方引发国战，为国征战。马革裹尸，一人召神，力火国门，一路将对手打回老家，强上众神山国力。众神山境内容不得你作祟。华夏就算了，什么时候教廷也敢抢我众神山的东西了？华夏有句古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小僧也来主必治理。噩耗，耶梦家的已经完全苏醒了。你们这群傻子就慢慢争吧。叶灵仙，你在这待着干什么？躲在天上也能被发现。本来还想安静苟着抢 BOSS， 既然被抓到了，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要对我做什么？放开我！你这个诡计多端的华夏混蛋！给我老实点！这雷纯，你是索尔？我叫凯撒，你给我记住了。虫子，你惹怒我了。奇怪，耶梦家的为什么只打凯撒？那样正好，让他们拼个两败俱伤，然后我们再出手。据说上一次诸神黄昏是索尔敲碎了耶梦加德的脑袋，也难怪会针对凯撒。索尔，你跑不掉了。你耳聋吗？我说了，我叫凯撒。不管你是谁，我对你很有兴趣。只要你让诸神臣服我，让巨人族降临众神山，我帮你君临世界，杀光所有人。凭什么神能遨游宇宙，而人只能当地上的爬虫？我的理想是让人类凌驾于神。我是司令，让我答应巨人支配我国人民，这是对我职责的亵渎。吞噬，监视阿瑞斯。愚蠢！你已经吞噬了索尔，人类之躯，吸收2个神明，只有死路一条。而且，就算你吸收了阿瑞斯，也不是我的对手。如果我以神召等级归零为代价呢？哪怕只是一瞬间，我也要让人类凌驾于神之上。哥哥，凝聚所有力量自爆。不得不说，你很有魄力。但耶梦加德，华夏势在必得。人类出乎我的意料，就是现在。胜利是属于教廷的，耶梦家的我吃定了。
吃了，那我吃什么？还有6组。神明降临，佛祖助我。约梦家族降临众神山，各国强者煞费心机，不惜一切代价。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当教廷圣子即将得手时，一道火光从天降，叶灵天以火土降世，彻底粉碎诸国幻梦。你有这么卑鄙的手段？还当我不是软柿子吗？以后谁敢犯华夏一寸，我便屠他100里。若为此事，便像这屏幕。他竟敢向我示威，但我现在确实拿他没办法。华夏这头雄狮彻底醒了。华夏击败东土之蛇耶梦家族，获得奖励1，恢复所有人脉；2，随即获得与召唤过神的体。叶灵天果断选择婚。他已经成废人了，你还要赶尽杀绝吗？他已经成废人了，你还要赶尽杀绝吗？这个给你，放他一马。是我早在左下角领完了。你这怎么又换手机了啊？手机我这儿多的是，这是要寄给粉丝的华为 Mate 60 Pro，上一批都发完了，我又赶紧联系左下角补货的。不就是左下角领的吗？我也领到了。你这么快就到手了？是啊，我发货短信都还在。还不是我在左下角给你申请加速升级通道，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为了答谢粉丝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我还特意联合左下角增加了3000台 iPad Pro。昨天还有粉丝给我发开张视频呢，先到先得，你也快去领一个吧。还真是，我现在就去。我叶灵天不趁人之危，但他伤我华夏军人这笔账，我一定会让他血债血偿。叶灵天，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就在叶灵天回国这件事，西天发出一条报警信息：军队在一座荒废的寺庙中发现了有着与美猴王孪生兄弟之称的神猴哈尼曼信条，以及一本范文版的《西游记》，这让西天认定华夏盗用西天神话，简直一派胡言。《西游记》是吴大师创作的，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清楚。全华夏只有你懂西游，问题是现在西天约战华夏，如果我们输了，就要让西游认祖归宗。西游是华夏文化瑰宝，容不得他胡言乱语。华夏小偷，我已经连夜看完《西游记》，你不仅偷了斗战佛，还偷了菩提祖师，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已经连夜看完了你的族谱，按道理你该跪下叫我祖宗。油嘴滑舌，我会用实力打烂你的嘴。说不过，你打就能打过了。头戴三山帽，金盔杀气冲，连环披甲小，威速趁豪横，游艇七圣护法，春日神君，哮天犬。叶灵天诚不欺我，这真是一条神狗啊！小圣施威降大圣，诸神面魔摄金乌，劈天救母凯玉帝，西游最笑非他属，游艇天庭不败战神，换口神，二郎显圣真君。清高不认天家，心傲归尘不自长。某家报清源庙道真君。恭迎真君，棘手香火，当排幽南，两点一挥，便突破了台下所有的能力。
正当华夏沉寂在震撼之中时，大肚婆做不动，他刚消毒完《西游记》，怎么会这么多的妖精？卑鄙无耻！先前召唤我国西天师徒也就罢了，如今又召唤我国的杨戬，别说梦话了，赶紧召唤吧！这是你自找的。天神最忠实的奴仆，扫荡风云的神猴唤奴曼，请为我神梵天杀光华夏强盗。哈奴曼，您快出来吧！偷会儿。不，你这三眼狼竟然能识破我的变化！你的晚庆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侯，我比他谁更强？你如何比得过他？那现在呢？西天极乐约战华夏，并召唤出元神哈奴曼，想要夺取西游文化。叶灵天兼顾护国使命，再度上位天。随着一声吠叫，原本人畜无害狗子顿时失灵，化成七只。它的主人凌霄来，正式打响文化奋战。我才是3界第一元神。哈奴曼就这么没了。他成功斗战神族。居然连武器也能变化，杨戬这种强力天神，本该是西天的资源。我本该是你祖宗。三眼狼，你是要跟我比变化吗？你够资格吗？七侯太甚！侄儿，敢对舅舅出手，你不想救你母亲了吗？母亲，千百年过去，真君早已心如悬铁，可往事重提，早已愈合的伤口，此刻竟隐隐作痛，这令他陷入一阵恍惚。哈奴曼等的就是这个空档，他毫不留情，狠狠出手。这猴脑真聪明，杀人怎能用回忆刀？你让我想起了那段反抗天庭的日子。一战百神仇，天兵出汉家。花里胡哨，愿大谁不会？撑住哈奴曼，西天能不能翻身，全靠你了。我乃3界第一妖王，谁能杀我，谁敢杀我？哈奴曼与真君肉身成圣一样，不老不死，这仗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我不打算杀你，但要让你感受一下那猴子500年的寂寞。移山之术，这点雕虫小技就想困住我？你若能逃出来，我认输。你敢试试吗？试试就试试，我去就回。象征智慧的哈奴曼想了想，到了他这个地方，移山倒海，信手拈来，根本难不倒他。只是他没想到，这座山乃是上古72帝王的封禅之地，五岳之首的后山。三眼狼，你看好了，爷爷我是怎么把这座山推平的？我看着。
这山倒是有点分量，3香神力。不对劲，10分有12分不对劲，我的3香神力怎么会失效？哈哈哈哈哈！上古封禅之地，龙气最是浓郁，岂容你一个外神撒野？三眼狼，你敢算计我？外族天神养的一只宠物，岂敢与齐天使比高？哈努曼这是怎么了？被我镇压了。这怎么可能？哈努曼可是3界第1妖怪。我以肉身成圣，自当镇压一切。慢着！有什么事？三眼狼，你把他压在山下，是在羞辱俺老孙吗？你这猴头的思路倒是清奇，我只不过要让他尝尝苦头罢了。哈努曼，我乃花果山齐天大圣美猴王孙悟空，你可愿意认俺老孙为王？愿意，愿意。大王快救我！什么？哈努曼，你要背叛天神？我都自身难保了，天神在哪呢？为何不来救我？西游文化保卫战大华夏全民复苏西游记忆，二郎神大感谢神佛哈努曼。下场悲惨的，他被压在泰山之上，关键时刻，齐天大圣孙悟空竟插足，为保猴子猴孙一样，哪吒与牛魔王相继入魔。三眼狼，他已经被俺老孙收编了，我不希望看到有猴子猴孙被压在那该死的山下。笑话，我杨二郎说一不二，压了就是压了，岂有放了的道理？你是好打，三昧真果。谁岂是本神的对手？这算咋回事？杨戬和大圣怎么又干起来了？这对冤家真是性情，一点就炸。备胎在允许自动。玉帝老二，你来的正好，你评评理，是收服好还是镇压好？这自然是收服更好。舅舅，我希望你不要插手，这猴头明显是动了恻隐之心，这让我该如何是好啊？你犹豫不决，就别怪俺老孙怕碎凌霄宝殿。嘿，你这泼猴也罢，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我不插手。既然不插手，那么我也来。混天绫，难不成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英雄小哪吒。大圣，就此收手，不要再让众星看笑话。你个小南娘，竟是来帮这三眼狼的！你当我花果山72妖王是吃素的？爷爷，我乃火焰山魔云洞，平天大圣牛魔王是也，谁敢欺我贤弟？牛大哥，你来的正好，咱兄弟同心，叫他们尝点苦头。好，打就打，谁怕谁？欧力蟹，没想到华夏竟然潜藏着这么多神，但看样子他们并不团结。总统，这正是削弱他们实力的好机会。现成的神还活着哪些？哈迪斯阿波罗还在，派他们趁虚而入，能做掉一个是一个。双方打到大道都要覆灭，叫他们让步，简直端了天主，谁也不肯给这么一个台阶。做到一个就算成功，我觉得那真有更好机会。你眼尖长屁股上的，当然是小孩更好欺负。那就他了，阿波罗真是如此。何方毛贼，给我滚出来！
这俩毛神竟然想搞偷袭，我非把你们扒皮抽筋不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在内斗吗？完了，银都里翻船，吃俺老孙一棒！会跑，花底子，我们一定会再见的。竟然跑了一个！这厮的魂魄，我们地府要了。你们在打什么鬼主意？不说明白，俺老孙可不依。大圣莫急，上次让这厮跑掉，这回可不能轻易放过他。原来如此，你们走吧。多谢大圣。经过这么一段小插曲，气氛缓和了不少，可双方仍旧僵持。叶灵天也只好站出来说句话：“大圣，我看就打到这吧。那我的猴子猴孙怎么办？不如这样，让佛祖给他安排一场西行劫，若能安然度过，便饶他一命，如何？就这么办吧。”真君，我有个疑惑，为什么华夏文明会断层？菩提祖师似乎知道，却不愿说。我也不知，那些老家伙就爱装神弄鬼。也罢，就用我这眼睛看遍六道轮回。有意思，不让我看，我偏要看。杨戬用那双洞察过去，未来天意，看遍了华夏上下五天涯，却得出了一个恐怖的结果。什么都没有，华夏历史长河被截断，文化守护之战完胜。华夏上空霞光万丈，西游文化重新复苏，获得一批利益。同时，哈努曼也踏上了自己的西行劫路。表面上看似归于平静，背地里却暗流涌动。一个神秘仅一指自扩散。我是给你们这群蝼蚁之辈带来进化的人，你们可称为我灭夏人。灭夏人？可我们的神明完全不是华夏对手，我们没有翻身之地了。当然，华夏的冰山一角就足够击败你们了。想要战胜他们，就必须让你们的创世神卡勒斯建立新的神话秩序。用你的神迹回到混沌初开的时候，根据现在规则，将你们的神网克制华夏的方向引导。历史长河被截断，肯定是有某种力量在针对华夏，不解决掉，华夏恐怕还会遭到危机。也许你将历史恢复，一切真相就会浮出水面了。我该如何恢复历史？很简单，进入历史长河，以你目前的神兆等级，最多可以逆流到2000年以前。进入历史长河，一个人竟不会太寂寞吗？谁说我是一个人？这是我在爱聊认识的女朋友。你这种万年光棍也能找到女朋友？爱聊上面美女多，随时可以聊，什么类型的都有哦，可以语音或者视频，而且都在本地，谈恋爱也方便。下载方式给大家放左下角链接了，进去就能看到真人头像，喜欢哪个直接就能聊。果然一片空白，只有最近的画面，没有任何历史。原来如此，前面那个特异点便是华夏历史之一。特异点，顾名思义，就是特殊异常的节点。这段历史也许和你所认知的政治不同，只要将它修正，便可恢复这段历史。
子，这个节点人道气运极强，神无法介入，我帮不到你了。连妖主都无法介入，难不成这段历史是？这是什么东西？在拍电影吧？叶灵天怎么在那里？来者何人？后辈叶灵天，来自2000年后，见过纣王。不要叫我纣王，纣王是周人对我的恶事。我大商的子民是不会给人示好的，他们会称自己的领袖为帝，只有从他们周人才开始称王。我大商的子民会称我为帝辛。晚辈见过帝辛，纵使帝辛威严赫赫，叶灵天也只表示简单的礼，毕竟他代表的是2000年后的华夏。而他不知道的是，现实的观众们都已经头皮发麻，双腿发软。帝辛一身暴虐，帝王之气，即使是隔着投影，也让人感到极强的压迫感。妈呀，这帝辛究竟是谁？这眼神绝了，叶灵天真牛逼，面对这种人物还能不卑不亢。 2000年后，那你说说后世是如何评价孤的？叶灵天没有不解，直言他沉迷酒色，穷兵黩武，重情厚脸，拒谏是非，实乃暴君中的暴君。后被周武王击败，生死国灭。可当他说完后，满朝文武皆是大笑，充满讽刺。叶灵天踏入历史长城，无意间回到了商朝。对话人物姜子牙献上封神榜，顺从这是个艰难的选择。 绝不是你们后世古书所说的那样昏庸无道。我在位的30多年，五次大规模进攻东夷，江浙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和我华夏相亲相杀的族群打得俯首称臣。对内，我打击贵族，削弱贵族势力，你们后世有几个敢做的？可是我敢，解放奴隶，我何错之有？一番对话的缘由后。 叶灵天脊背发凉，原来在这段历史，周朝败了，没有进行封神榜，姬发也死了几百人。本该只存在600年就灭亡的商朝，竟硬生生延续了1000多年。我不属于这里，你伤不到我。在你们的世界，孤当真败给了姬发小儿。 确实如此。哼，历史下来由正确编写，姬发小儿胸无大量，只写孤之过，却对孤之功闭口不谈。但我知道，你削弱神权，还政于王，废除祭祀，平定东夷，开疆扩土，在我心里，你并非昏君。这话一出，帝辛眼中又重新亮起了光芒，仿佛遇到了知己。那你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叶灵天又讲述了华夏的现状，文明断层，无神可用。 帝辛听了后却是震撼不已。我堂堂人族，何须神明才能一战？人确实不如神，我们无法像神一样翱翔九州，呼风唤雨，简直笑话！这天地他是能黑的，我人又如何不可？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们人只能当地上的爬虫？我要修仙。 帝辛，我此次前来，只想恢复封神文化，将历史拉回正轨。你打算怎么做？原本你该死的，可现在你还活着，所以你要杀了孤。我做不到，也没资格杀你。只要进行封神榜，就能修正历史。封神榜，孤想起来了，之前有个人向我进献封神榜，被我打入天牢，把他带上来。把你上次说的话再说一遍。 好名江上，奉师尊元始天尊之命，寻找天下共主，特地献上封神榜。有资格的人可以飞升成神，将人族推到一个更高的位置。这话一出，本以为大家都会极力赞成，毕竟谁还没做过一个飞升的梦？可没想到，这批年轻人根本不吃这套。什么叫有资格的人？泱泱华夏多少人，轮得到我吗？那姑问你，这份榜单有多少名额？有365人之多。 叶灵天，你听见了？光是我大商800诸侯都不够封的，可封神榜却能为后世的华夏提供365位神，这是对付外敌的强大底蕴。神也配与孤相提并论。帝辛，切莫冲动。
你们喜欢将我殷商归为神话时代，那我告诉你们，我代表整个人族人界的至尊，我在地位上与天地平起平坐。你口中所说的神奇，在地位上都要平庸之中。全球神明擂台，赢则已去，败则消散。叶灵天烧毁封神榜，恢复人道气运。与此同时，众神山召唤出了智慧女神雅典娜，是要对华夏迎头痛击。您的地位自然不必多说，可周武王的历史确实能为后世华夏带来帮助。激发他算个什么东西？把自己放到天地之下，自以为子，屈居于神明之下，人族再无气运加身。我九九人皇，从此退为九五至尊。你们后世之人各种美化武王篡位，说他周武王是众望所归，但是你们知道吗？参加牧野决战前的牧氏只有8个部落，中没有一个参与牧氏，这就是一场臣子勾结异族、背叛我华夏的一场战争。此时，举国静默，他们虽失去了对历史的记忆，可体内仍然流淌着华夏之血。他们能切身感受到一位帝王的酸楚、悲哀。无论9天10地的神魔，都不曾令帝心动摇半分。这后世强烈的不解与反对，却令他这炯炯双目流下了泪水。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先看看这未来的手机怎么样？你这手机看着不错，很贵吧？不贵，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2手手机，非常划算。我这台华为 Mate 40 Pro 只要2400，比新机都便宜了4000多，省下来的钱都给买双球鞋、再看次演唱会了。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验2手平台，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比一般的2手平台靠谱。上面手表也挺划算的，推荐你也去转转。你不想恢复历史了吗？比起那虚头巴脑的历史，站在我面前的您更加真实。作为一个华夏人，我怎么能让我的老祖宗伤心？说的甚得乎心意，封神榜已毁。我答应你，从此以后，任何一位皇帝和他的子民都将与众神平坐。此时，华夏人民正观看着这世纪之月，突然，投影消失，一道荧光出现在华夏上空。众神山从擂台向华夏约战，被抽到的立刻被传送到了擂台。看来你们众神山还是没有认清自己的实力。骄兵必败，我们的神明已经脱离你们的认知范畴了。雅典娜为众神山的新生带来第一场胜利。有古怪，他们怎么不需要星武也能召唤？你蒙谁呢？雅典娜怎么可能是这种一头发蛇的丑八怪？你的意思是，你比我一个西方人都更懂雅典娜？你不会是我房安插的细作吧？大胆！我是华夏上将，怎么能容忍你乱泼脏水？有请平天大圣牛魔王。雅典娜，10秒钟之内解决这畜生。收到指令，清除对象牛魔王，弱点妻管严。胡说八道！你是在挑战牛哥哥我的底线。雅典娜的挑衅激发了牛魔王最原始的欲望，他掏出了那根巨大的混铁棍，对雅典娜发起了超轰滥杀的行为。雅典娜却做出了一个任何人都意想不到的事，她居然抚摸了牛魔王。你把我当宠物吗？牛魔王正要发怒，可下一秒，一阵酥酥麻麻的快感便传遍他的大脑，令他愣在。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神力消失了。华夏的笨蛋一定想不到，这是雅典娜吞噬了美杜莎后的形态。她获得了与美杜莎石化类似的能力，只要与她接触过的神都会失去神力。小妹她，这就是重新创世的代价。他的意识将在冰冷的宇宙中徘徊45亿年。不如杀了他。按照新的历史，他是众神山新神话的缔造者，他一死，你们便会永远失去神明。
全球神话擂台战，无视一切神力的雅典娜自以为天下，赌上长江三峡以及长江三条龙脉连战华夏，泱泱大国竟无神可战。我要连战华夏诸神，赌上你们的长城、长江、黄河三条龙脉，你们敢应战吗？立刻开战会议。若我们拒绝挑战，长城龙脉将落入众神山的手中。不可，长城是无数人民血肉铸成的，绝不能拱手让人。可我们应战的话，不仅会损失多个神明，就连黄河、长江也保。真不愧是东亚病夫，我众神山的血都踩华夏脸上了，你们还当缩头乌龟？奇怪，我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瞎子，你踩到的是我。我踩的就是你。你这混蛋！通知你一下，我刚刚把你们的牛魔王打得屁滚尿流。见到叶灵天回来，赵上将立马向叶灵天说明了情况。众神山迫切的想从叶灵天脸上看到一丝波澜，哪知他却哈哈大笑。既然他能克制神，我召唤人就好了。召唤人？我看你是糊涂了，人怎么可能是神的对手？难不成叶灵天说的是他？是他要来了吗？帝星，可愿和我一同斩神？就是当时的最高神天帝，商王的祖先神，接替了帝的职能，掌管一切。他是一个自我意识过度膨胀的商王，可能他的真正目的是要让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神之上，在他的心中，自己既是天也是王，他就是人间之神。人皇也算皇，面对神明不过是蝼蚁罢了。雅典娜，做掉他！怎么可能？这肉体凡胎怎么能挡住雅典娜的攻击？打够了嘛！现在该轮到我们了。不可能，我一定是在做梦。你敢是神？死在孤手上，是你漫长生命里唯一一件值得纪念的事。雅典娜惊慌失措，也不顾帝星是人还是神，伸出手就想要故技重施，可还没碰到帝星分毫，手臂就被一剑劈腕斩断。临死吧！你没理由杀我，我跟雅典娜没关系，纯粹是抽到我当赵主。孤杀人从不需要理由。恭送帝星。众神山一定想不到，我华夏不只有神，还有人皇。众神山废颠覆华夏的计划，再度被叶灵天粉碎。随着人道历史的改变，华夏终究还是迎来了历史废物。骊山祖庙凭空出现10几座冰棺，设计远超人类认知，仿佛是从远古传送而来。最令人细思极恐的是，棺材里的生物正在苏醒。月之女神阿尔特弥斯对华夏射出了毁天灭地的武器，叶灵天以人之躯因此抵抗，遗憾落败。华夏即将亡国之际，从远古传送而来的冰棺似乎是听到了故土的求助，人神理性破关而出，朝神明推进。愚蠢的华夏，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们的神一直都在身边，根本不需要召唤就能直接命令。总统，阿尔忒弥斯已经提前吸取了太平洋龙脉的力量，这一剑的威力可以直接覆灭整个华夏。伟大的阿尔忒弥斯，司长狩猎与生育的月之女神，将你的神功对准华夏。没有我的允许，华夏怎么敢生育10几亿人类？对神不敬者，该死！
这冰关没有打开手段，似乎需要某种契机。目前可以肯定，棺椁里躺着的绝对不是现代生物。怎么回事？好像有流星啊！糟糕，这不是流星，是有人在瞄准华夏，不是神明。这么突然，一定又是众神山搞的鬼。元首，众神山发来投影。老壁灯，不怕告诉你，天上那东西就是我准备的。老子今天就是要把华夏从地图上抹去。你有胆子就试试看。叶灵天，你有办法挡住吗？这一击的威力是你们人类核武的10倍，肉体凡胎没有挡住的可能。不妙了，诸位前辈，能否出面守护华夏？我们不属于人间，无法插手擂台以外的事。那众神山为什么可以？西方神有问题，不需要召唤，而且可以直接插手人间，就好像他们的神自混沌初开以来就一直生活在人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天空中那巨大光点让整个华夏都弥漫着一股死亡气息。婴儿的啼哭，人民们绝望的祷告，都如锥刺股。抛头颅洒热血稳定下的明星，如今又再度崩塌。可叶灵天的眼神却前所未有的坚定。我活着就是为了守护这一切的。此刻，烟雾笼罩了整个天空，世界似乎被调成了静音，但沉音在，欢呼声变得更长久。只见一道身影如顶梁柱般撑起了华山，威力的余波摧毁了叶灵天的衣物，露出骇人的疤，因为有着龙脉的质疑，四肢被粉碎成自如水。他竟然连眉头也不皱一下。你别想染指华夏半寸土地！太离谱了！这叶灵天竟然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我们能战胜他的人，却永远战胜不了他的灵魂。龙脉的质疑，随着一声骨头碎掉，叶灵天最后一只胳膊也被粉碎，再也撑不起这片天。那只利剑无任何质疑。不同的是，全国人民没有表现出先前的慌乱，而是平静地等待死亡。我们努力过了，就当是看一场烟花。来世我还要当华夏的二。异乡人怎能容忍故土脱离自己的手掌？全球神话擂台战，月之女神阿尔克密斯对战逆行，无耻的众神山一而再再而三，终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是谁在说话？随着一滴晶莹的泪珠落下，冰棺的主人似乎听到了某种召唤，化作一道光柱破棺而出，直射下去。如有一位绝境，非立十方生死。这不可能，你怎么看都只是一个凡人啊！神明当道，百姓荼毒，我理性超越。这难道是理性？他以为自己很帅吗？就差一步就能灭掉华夏，又来个送死的阿尔忒弥斯，干掉他！没有选择逃跑，而是直接朝你的神走来嘛！我接到的命令是将你斩杀，送你一个神器，帮我一马。这手机我有的是。你哪来这么多手机？当然是我在左下角领的。左下角为了回馈新老玩家，准备了不限量的魅特60破肉和15破肉，都是全新正品，呱呱机声升级，喜欢哪个领哪个。真的能领？你要是上面看不到，领取界面直接卸载。没看，这么多人都领到。那升级难不难？
这游戏简单，可以自动挂机升级，所有神宠可以一键合成，任意小怪都能合成超级神宠，而且这次是和左下角的新厂商首次合作，特意给了咱专属福利链接，你就认准我左下角链接，下载登录注册后就能弹出领取界面。哎，真的哟？那我现在就去领一个。凭你人类杂碎，你对诸神毫无敬畏，我会让你明白我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斩此不屈魂，助我手中刃。且战，天地莫挡！我就是法律，我就是太阳。此剑当判诸神谢罪。这一幕令全世界瞠目结舌，谁也想不到这道横空出世的身影，仅仅只用一剑就斩杀了月神阿尔克弥斯。就华夏于水火，最令人震撼的是，他只不过是个凡人，却能飞越宇宙银河，信手斩神。这究竟是什么人？人能斩神？华夏的人类什么时候进化到这种程度了？他自称秦国大将李信，华夏的文化底蕴当真是恐怖如斯。历史真的改变了，人类成为了自己的神。帝辛，我烧毁封神榜是个正确的选择。在下秦国大将李信，奉陛下之命，踏越千年长河前来协助华夏后世明主李信，愿为先生赴汤蹈火。快请起！华夏是民主时代，没有主人，你不必认我为主。先生真乃大义之辈，果然能被陛下点名辅佐的人，绝非等闲之辈。陛下，难道祖龙已经知道当前华夏的处境了？陛下是全知全能的人，他的功绩名震千古，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位皇帝能与他比拟。他是我等眼中的神，臣实在不敢揣测他的想法。李信难以掩饰话语中的眼力，仿佛在谈论着某位神奇。这不禁让叶灵天好奇，在人道为尊的历史中，祖龙究竟达到了何种恐怖的境界？祖龙也在冰棺里嘛？不在，征战未来的队伍中只有大秦10将。陛下似乎有着更远大的鸿鹄抱负，这只是计划中的一环。原来如此，敢问先生，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打算？跟我来。叶灵天向世界诸国发起会议，接到邀请的列强无一人敢拒绝。曾经那些高高在上，视华夏为蝼蚁的国主，如今都对华夏露出最谦卑的姿态。叶灵天没到场，他们连呼吸都不敢大声。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找各位来是通知一个事：全球神话擂台战，赢则延续，败则消散。西天创世神师婆大战冰神蚩尤，魔神之躯能否是创世神的对手？华夏，你们的历史走到头了。这话我听的耳朵都起茧了。当你见到我身之后，会后悔你说过的话。大自在天，3000世界之主，毁灭之神师婆，聆听星河的召唤吧。未来的凡人，今天你们将看到神话的顶点。师伯的出现，令叶灵天内心产生一丝波动。破坏神师伯号称西天最强神，仅次于至高范，与众神山歪瓜裂枣不同。师伯的战力直接对标到3000。吓傻了吧？真是老虎不出山，猴子当大王。今天我会让全世界看到，西天就是神话顶点，任何体系都要排在我们之下。好吧，我暂时没有与师婆旗鼓相当的神明信物。叶灵天的话无异于给华夏观众泼了盆冷水，他代表的是华夏最强，至今未尝一败。如果他输了，国民士气大减，后果不堪设想。华夏这头雄狮已经有点压不住了。我要修筑世界长城，把长城修到世界的尽头，谁有意见我就打谁。我有意见，你真以为我怕你乐不成？希望西天能挫挫华夏的锐气。知道怕了，那就认输吧。我话还没说完，虽没有旗鼓相当的，但分分钟秒杀师婆的倒是有一位。杀鸡用宰牛刀，真浪费。花哈，你怎么从我的储物空间跑出来了？竹子不够吃吗？你想再见一面你的主人？
我改变主意了，你们将看到何为魔神。涿鹿，中国上古传说中最著名的战争。传说中，作战的双方都有天地鬼神助阵。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相助，星云布雾，呼风唤雨，皇帝9战9败。天女下凡止住大雨，皇帝取得了胜利，蚩尤战败。而在这一战决出胜负之后，各个部落融汇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华夏族。皇帝、影帝、蚩尤被尊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先祖。晚辈华夏子孙叶灵天，恭迎老祖宗。然而，意外出现了，蚩尤迟迟没有出现，众人都十分疑惑。只听虚空之中传来一道声音：华夏是。糟糕，华夏民族是蚩尤死后融汇的，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让人贻笑大方，你们祖宗根本不认识你们华夏人。不会是怂了吧？放肆！你就作死吧，蚩尤可没其他神那么好脾气。叶灵天以为蚩尤不愿下来，特地为他说明历史，哪知事实并非如此。吾辈皇帝小儿分尸8块，肢体被镇压在九州各处，无法献剑帮助你们。什么？西天观众又是发出一阵嘲笑，甚至开始催促起来。原来是个残废，不行就往后稍稍。无聊的借口，根本连迎战的勇气都没有。召唤倒计时仅剩3分钟，若再不召唤，华夏会被视作弃赛，直接输掉比赛。老祖宗，你的肢体在那，我去找。没用的，只有皇帝能找到。可这个置于死地的家伙，怎么会帮我？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一道霸气的身影，全球神话擂台战，云则延续，败则消散。蚩尤大战蚩尤，皇帝女娲助其现身。蚩尤，别来无恙。是你，我有死无全尸，你说能不能？你虽身死，但仍是凶性不明，人间浮屠，我只能这么做。少妇，放出来。只有肢体还不够，我们可没有造人的权利。敢问妈祖可愿出手？即是孩子们的愿望，我怎么能不满足？去吧，让众生再一次忌惮你的名讳。这个曾令皇帝9战9败的兵属神蚩尤，终于在万众期待下现身，一时间全军覆没。生当人间魔，死亦为魔神。前辈感觉如何？锋刃的剑依旧致命，锈蚀的盾屹立如初。石铁兽何在？蚩尤，我在这呢。你是石铁兽，想不到他们竟拔去了你的獠牙，磨灭了你的兽性。你在玩什么这么入迷？就是这个屠游休闲捕鱼，今天石油大涨，能爆好多金币。立刻给我变身，不准再玩游戏。听我说，刚上线了休闲捕鱼和大富翁的联动版本，看看我打爆的沙龙巴斯石油，到手40万1金币，趁热去抽盲盒，还差一点点我就能领到小神仙了。来，给我抽个盲盒！我去，我真领到小神仙了。小神仙加成，看到没？直接给我报了270万1金币。现在点击左下角下载正版官方推荐的屠游休闲捕鱼富翁渔场全新玩法，好玩又好爆，福利也是诚意满满，新老玩家都有。赶快去渔场领专属礼包码 VIP888。石铁兽虽无征战，随着形态的变化，花花温和的眼神顷刻间变得凶残暴戾，发出轰轰烈烈的杀气之声。我乐个大国宝啊，内可卖萌，外可杀敌，养熊千日，用熊一朝。看来你已经找回状态了。
不错，很不错，一只畜生都能伤到本身，足够让我对你产生杀掉你的兴趣了。只见师伯撞地一步，光芒闪烁，他的手臂再伤了起来。即使也是创造神，不死不灭，这就是师伯的神性。不愧是我国至高神，这蚩尤也是个毁灭神啊！不如就收他当个小弟玩吧。对，让华夏的老祖宗跟在师伯屁股后面叫大哥，这场面一定很爽。吵死了！话音刚落，这两人就凭空爆碎成空。本神看上的战斗，轮不到你们这群人类指手画脚。来吧，蚩尤！双方一方的士都爆发冲刺任务，即使是战到血刃，双方也不见半点退缩。结束了，你虽为人神，和你的神性里只有毁灭，无法再生的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你们已经输了，赶紧召唤下一个吧。师伯一个人就能干翻华夏的神话。此时，大家都开始劝蚩尤停止战斗。华夏子民都输习惯了，比起老祖宗的命，输一局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没有哪个士兵会愿意看到自己的领袖丢盔弃甲。无知族人，我要你们此生铭记，没有怯战的蚩尤，只有战死的蚩尤。当年逐鹿那一战，吾没有守护好追随的族人，这一次吾不会重蹈覆辙。我是至高神，不死不灭，3000世界都没有杀死我的手段。不知道此是什么？烧！蚩尤的双脚消失了，一身天魔之气也随之消散。原本牛面人身的他，顿时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形象。魔神蚩尤已死，我将以人族形态为你送上命令之死。全球神话擂台战，云则延续，外则消散。蚩尤大战师伯，为保家国燃烧神河，以人子之姿，挽大夏之象倾。魔神蚩尤已死，我将以人族形态为你送上命令之死。大地苍穹仿佛都听到了冰雨神的召唤，无数件神奇不要在蚩尤中俨然是在膜拜祈福。我认的那是轩辕皇的星元剑，还有猴哥的金箍棒。这么多神器，师伯顶得住吗？不敢相信，竟然有神会愿意舍弃神性，做着卑贱的人类。别把你和我的老祖宗混为一谈，舍弃了魔神形态，蚩尤仍然是冰主神。无趣，没有了神性，以卑贱的人类之姿，有什么资格面对我？神性非吾所需，吾生平最强的一招，寄托在这一击上。融合成就是这把无形的气息，竟散发着令师伯恐惧的气息。原来如此，以燃烧神格将死的概念附加在了这把神器上吗？死在我刀锋之下，无数生灵汇聚而成的杀意，你若能挡住，就试试看吧。毫无疑问，老祖宗手里拿着的武器就是世间最强神兵。不好，快带我跑！魔神，快上车！又换新车了，很贵吧？不贵，我在瓜子二手车买的，这台比亚迪唐，我只花了12万，21款的比新车便宜了8万多，用起来和新车没什么区别。现在一手电车掉价快，买二手的特别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瓜子是全国二手车大平台，每台车都要做官方专业检测，到手后还可以试驾满意再买车。总之听我的，买二手电车去瓜子二手车就对了。你已无处可逃。师伯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再也不敢小瞧眼前的人，然而却为时已晚。这怎么可能？这可是石头，怎么会输给一个凡人？
因为他瞧不起凡人。若是他一开始就使出全力，胜负还很难说。临走前，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族人过得怎么样？皇帝并未亏待你的后人，我们华夏不仅只有炎黄子孙之称，还有什么？黎民百姓，这是3个部族合一的称呼，没有高低之分。您的坐骑也被奉为了国宝。好啊，战胜了我的2人，靖江部族治理的这么出色，真让人不爽啊！华夏再次斩获胜利，战败国西天将无条件在济国修筑华夏厂房，我国气运达到巅峰，无需于泾河武的神力。这样下去，我们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出动双神，我要颠覆这一切。我要扬眉吐气。我不出手，就真觉得自己无敌了是吗？历来华夏都是底层，凭什么位居世界之首？海桑老大，干死他！我会让你们不敢再小瞧华夏。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多谢先生，末将一直想再打一场。我看你是出来受死的。有请伟大的海神波塞冬。本神愿对您网开一面，飞出华夏，永立众神山，否则血流成河。白日做梦，你想尝尝3叉戟的力量吗？我之剑未尝没有分量。全球神话擂台战，李信惨遭海神波塞冬以及战神阿瑞斯双重欺压，不堪受辱欲自刎谢罪之苦。他生来起，怒斩双神头颅。海神加护，海神祝福，海神之怒。最后问你一遍，阿尔忒迪斯是你杀的？波塞冬大人怒了，他要惩治李信，犯我华夏，理应当斩。波塞冬这么强吗？你这种弱者凭什么与我同台对战？跪下！意志力这么坚强，我大秦的威严容不得任何人挑衅。燃烧500年，我将延展大海。他怎么可能伤到我？这一剑500年寿命，你挡得住吗？这第2剑，我让你命丧黄泉。不好，快阻止他！出现吧，阿瑞斯。杀你简直不要太轻松了！你们这群卑鄙小神，敢跟我正面交手吗？你很会打吗？华夏果然还是不入流啊！还有谁能阻挡我们的脚步？你也配做神？真当我们无神了吗？有又如何？谁能杀我？齐天大圣、弼马温罢了，3皇5帝更是不入流。别说其他的，就是你们口中的盘古，也得朝本神叩拜。不愧是我，轻松就将李信斩于马下。老登，过来给我跪下！世界第1大国华夏被我轻松打赢，历代先贤都没法与我的功绩比肩，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总统？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晚我要带着夫人去龙门过夜，将华夏彻底钉在耻辱柱上。受辱至此，我李信已无颜面对各位先祖。大王，请龙臣为大秦的尊严赴死。李信，别冲动。你们华夏的人神被我打到自杀，实在是太可笑了。
区区一狗数辈，也敢令我大秦将士伤心至此？装神弄鬼，给本神滚出来！你究竟是什么人？报上名来！吾乃征神大将军白起，圣知县诸神叩拜。我不受控制，这是生理上的恐惧。我的神力在惧怕这个男人。这就是人道为王、长生不老后的祖龙嘛！一道虚影就有这种压迫。大王有何吩咐？犯我江湖，伤我将士，千刀万剐，一并斩之。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六合一统，万世永昌。全球神话擂台赛，古龙嬴政立出天下第一剑4死。这里补这位，新王老登牌位7，4面华夏，召唤大地同胞上山，我的蛙子降下神法。立即燃烧，将神的神悬挂落位，将我大夏入位。饶命了，祖龙！其实我是你的粉丝，还是华夏文化发烧友。我要回家，这神明擂台不是神玩的。你谢朕赐你天下第一剑剑言，亲自学礼。末将定让神明尝到胆寒的滋味。一代天地，这绝对是神明擂台有史以来最残忍，强如叶灵天，也不忍心再看了。太恐怖了，是我太低估华夏了。他们的人都这么强，再得罪下去，众神山必亡。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先投降吧。华夏是贱骨头，我们一低头，他们就会有好的。你败光了这么多战力，现在你说要投降华夏？住嘴！我才是总统，众神山所有高层立马和我去擂台道歉。既然你要让华夏做老大，就别怪我。你们想造反吗？是谁给你的权利？我给的，你太软弱了。众神山不需要你这种总统。你们这群奸臣，招惹华夏会带着众神山走向灭亡。现在我才是总统。这是什么？32？莫非是已经现界的神明数量？第二个轮回要开始。上一次朕不在你身旁，这一次朕定当扫尽万荒，诛灭万王，让天下大治。什么意思？在召唤满40个神明之后，就会迎来天选之日，届时才是真正的决定。各国都将拿出所有底蕴，不只是神明，更是历代君王与无数英雄的碰撞。左龙，我没听懂啊。朕要回去筹备大军，到时你将看到华夏上下5000年的历史，数风流人物现身的光芒是怎么样的波澜壮阔。这不是众神山副总统吗？
这是特里普准备的谅解书，里面写明了30多条赔偿项目，自愿为华夏修筑世界长城，包括让出一半的国土和3条龙脉，希望能够和华夏交好。当老登说完所有赔偿项目，元首都不由得暗暗心想，众神山是完全被打怕了。哼，杀我这么多人，一个头就想一笔勾销，我把你们灭了，这些东西一样是我们的。有种，正好我也不打算履行，众神山不需要向华夏道歉。什么意思？特里普接受，我老登不接受。我看你今天是不想回去了。你们想干嘛？哈迪斯，这是我神冥王哈迪斯啊！正好华夏的核心在这，冥王大人一举将他歼灭吧。哈迪斯，你确定？你个完蛋东西，别害我了，不然回地府又要挨揍了。我并不是冥王，我是黑白无常座下阴差哈迪斯，奉命来此，缉拿阿瑞斯与波塞冬的灵魂。什么？你放着冥王不当，跑去当华夏走狗，还要抓你的同胞？你简直是神明之耻！我一定要去宙斯大人面前告你一笔。现在弃暗投明还来得及。我操！这要是放过你们，我回去最少挨99顿毒打。少废话，跟我回地府接受拷打。哈迪斯，看来你成长了不少啊！承蒙华夏厚爱，若有来世，一定当华夏神，保家卫民。我知道你被威胁了，其实你完全可以单干，只要拿下地府，我们众神山踏碎华夏又有何难？大胆！我不认识这愚蠢的洋人，各位大爷尽管处置。既然没得谈，那就打，见识一下我们超越女娲的存在——大地母神盖亚。众神山大地母神无法无天，公然挑衅女娲神威，引起诸神之怒。人类之父亲自下对华夏子民与人类之母降下惩罚。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全球神话类型，这绝对是有史以来出场最嚣张的西方神话。12主神以肉身为其恢复神力，女娲被其逼急了眼，直到那个男人的出现。今天我将亲自挂帅出征，让华夏死无葬身之地。该丧，给我滚下去！可是我们的神明全部被华夏杀完了。哼，难道你忘了创世母神吗？你要牺牲整座众神山？滚下去！叶灵天，咱们来打个赌，若华夏输了，我要你现场自裁。你要是怕了，代表华夏给我跪下磕3声响头。我答应。你输了呢？我输了，我当众自裁。不需要，你的命不值钱，我要整个众神山。你别蹬鼻子上脸，玩不起就滚下去。玩不起，我这次召唤的神明是创世级别的，你没有赢的胜算。秩序的化身，万物的起源，所有神灵中最德高望重的显赫神上的大地之母盖亚，让众神为您的出现铺上一条神路吧。这就是创世母神肉眼可见的差距。华夏的女娲已知盖亚就是银狐比之皓月，趁现在跪拜的话，能得到母神的祝福哦。伟大的母神盖亚，
请收下我的膝盖。都是好孩子，你为何不跪？我为何要跪？盖亚是创世魔神，1万生灵的母亲，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人类。你说为什么跪？没有哪个母亲会让自己的孩子跪下，她不配。哄堂大笑，你们华夏人都是些不知感恩的东西。没有母亲的人怎么能理解我们的做法？你是什么人？而也非问我是何人。见过蛙祖。蛙祖，你就是他们的母亲。本神今天要夺走女孩子的抚养权，有本事你就下来揍我。他只能干瞪眼，因为他已经不能再出现在擂台了。此时的女王恨不得一道敕令让盖亚的门神魂俱灭，可由于擂台束缚，她无法下棋。情急之下，她竟说出了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话：孩子他爹，把他召唤出来。可是我没有信物。是这把破器吧？哼，想做华夏人类的母亲，先问问我的老父亲看不看得上你。外省妇人以我辈为刍狗，视华夏为鱼肉，后辈叶灵天，恳请三皇五帝之首，我辈之父伏羲，扬我大夏虎威。我虽无意逐鹿，却知藏生疾苦。话说，为什么我出场没有音乐？在谈我把你擒走。前辈，敢问蛙祖可会让我们跪下？我会亲自督战。那必然是不会。若有神让我们跪下，我们该怎么做？谁敢让我们跪，我们就打谁。你这种小神也敢放肆？来吧，用尽全力打死我！如你所愿。这是哪呢？奈落之底。奈落，在佛经中，所谓奈落之底，意思就是永不能解脱的无限地。陷入奈落之底的生灵，将无限地狱震破黑暗，而又坠入地狱。你将永远沉入黑暗，就连死亡也无法解脱。什么狗屁伏羲，连一招都挡不住。就这点实力，也敢挑衅我们的母神？母神解决了吗？他永远也回不来了。叶灵天，你今天必死无疑。等时间一到，你就会化成飞灰。不会吧？他掌握着华夏所有神话信息，要是死了，这擂台还怎么打？叶灵天，我相信老祖宗。无底深渊吗？有趣。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前后续韩方部队。8种图形分别对应着天地和风、水山河，这就是法化，它是伏羲发现的宇宙的源代码，中国哲学的原点。很好的东西，但现在是我。四海马6点认输吧，你的老祖宗再也回不来了。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从那个地方逃出来？只是小计而已。现在该轮到我了。哼，就凭你能把本神怎么样？不会怎么样。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游戏？看看能不能从那里逃出来。
你学会了我的招数，这奈落之笔是我亲创，岂能对付得了我？西方的母神还真有两下子。我对不起你老祖宗，不该让你出来做。知道挑衅本神的后果了吗？忤逆者都给我跪下！玩游戏我就没说过。要是蚩尤还在，你们玩一把捕鱼游戏，不知道赢家是谁。你知道我账户多少金币吗？就看我刚刚打爆的李志深，直接爆了250万亿金币。捕鱼你也会啊？不是你到底玩的什么捕鱼，爆率这么高？途游休闲捕鱼和蚩尤同款官方正版游戏，既不如零别拿爆一说是。这都是相对论嘛，铁一在母神的面前也不值一提。与铁不铁一事便知，待新用户上线就送 VIP 特权，免费升级10万倍炮台，签到人数7亿金币可是货真价实。最后再给你一份内部高马截图兑换，谁还敢反对我做华夏的母亲？我们完了，华夏气数尽。母神，放过我们吧！魔神，您别笑了，快出手吧！他在发什么癫？自从伏羲一登场，盖亚便笑个不停。这一举动，所有人都看不对眼。也许是在做美梦吧。置换术是什么时候中招的？难不成是那个时候？难道一切都是因为这把破琴？有眼无珠，伏羲琴是我华夏上古10大神器之一，能够控人心智，拨弄乾坤。我的老祖宗啊，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众神山的创世母神，丢人现眼，就这还想做华夏的母亲？这绝对是神明擂台有史以来最耻辱的。众神山彻底沦为世界笑柄，身为总统的老登更是差点气死。闭嘴，别笑了。盖亚，本神这是怎么了？你这废物，让我在世界的舞台上丢尽了脸面。你什么意思？你敢对母神这么说话？叫你2句母神还当真了？盖亚，我以神召者之名命令你立刻自爆！就凭你也想控制本神？你以为我是约瑟那种废物吗？不，你不是我的孩子吗？为什么这么对我？连擂台都打不赢，没资格做我的母亲。我的孩子们会永生永世诅咒你。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结束。可悲的女人。别急，还有反转。所有人都以为盖亚一死，这场擂台就结束了，可没想到他的死亡，12就是12泰坦神可是不弱于宙斯。可怜的孩子，怀孕出来打工也就算了，结果还碰见了老登这么个无良上司。你们以为我让盖亚自爆，只是因为心情不好吗？我既然敢赌整个国家，怎会没有预备手段？我的母亲在。伟大的12提坦，您的母亲被这个华夏神明碎尸万段，连尸体都不剩啊！欺人太甚，你还敢倒打一耙？狡辩是没用的。你说什么？我的母亲，我要你们为她陪葬。老祖宗，你一个人有胜算吗？需不需要我再召唤一个？你这孩子，老祖宗是干什么的？是给你们撑腰的，要后辈们帮忙，我还算什么老祖宗？天之四灵，听吾号令。全球神话擂台战，伏羲携4大神兽攻占整个众神山，华夏不断万国，神话擂台的秘密即将揭晓。天之四灵，听吾号令。思想归位。青龙归位。
我的耳朵。天邪恶，调风养阳。母亲，你在哪？四象之力正不断蚕食着他的身体。此刻的12提坦就像是初次理解何为恐惧的阴影。从事实来说，他们也确实是12个刚出生的宝宝。孩子毕竟是无辜的。战场没有人情，这次可依不得你。不过我倒是可以送他一场安乐死。你的毛发仍然是奥林匹斯最温暖的。母亲，我们好后。很抱歉，让你们以这种方式降生，很害怕吧？有妈妈在的话，就什么都不怕了。幸福嘛，幸福过了就下地狱吧。我最后的底牌，禁书的一败涂地。一切都是你这个始作俑者。你想干嘛？我都把国家让给你，别得寸进尺。你挑衅华夏那笔账还没算，如果以后每个国家都这么放肆，那我华夏的威严何在？你有个屁的威严！华夏本就是弱国，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你不懂。那就看看谁才是弱国。这个数字又出现了，天选之日究竟是什么？鱼死网破，最终是两败俱伤啊！菩提祖师，你就行好告诉我吧。天选之日，诸国散尽，梵天灭世，盘古开天，燧人创火，女娲造人，热血的少年历经沧桑，终成黑袍者。梵天灭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已经泄露了足够多的天机，不可多言啊！华夏人没资格接管众神山，我们坚决抗议。我希望和平共处，我保证在华夏的屋檐下，你们能生活得更好。你们这群臭猴子没资格和我们住一块，滚回东方！元首，他们党心底里看不起我们。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没有这个必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家不用怕，华夏都是贱骨头，我们赖着不走，他们没招的。你能怎么的吧？我可不会跟你们耍嘴皮子，白起。末将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末将领命。这一战下来，已经有50多个即将消失的国家主动并入到了华夏。再打2场，世界就只剩华夏了。说说吧，要什么奖励？这些可都是你的粉丝啊！古往今来，安史之乱、特洛伊之战、烽火戏诸侯，多少英雄人物败在女人手上。天选之日就要到来，我没有心思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你顾虑太多了，我们华夏是无敌的。英雄王，临近天选之日了，你竟然有心思在这喝酒。古往今来，多少英雄人物败在女人手上。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眼前这个男人一出场，将召唤出来的神明体来调戏我方神后，并且扬言要接管整个皇族。事情的起源，非常的类似的事。
众神山的软骨头屈服华夏，我凯撒绝不会屈服。你们的国家已经没了。我凯撒在，众神山就在。好了好了，说完了就滚下去。你是个啥东西？这种杂种也敢这么和我对话？这貂毛谁呀？哪个国家？连他的信息都查询不到，是个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人。听好了，杂种们，本王是至高无上的万王之王，吉尔加美什，欢呼吧！什么西巴东西？哼！你哪个国家的？西巴东西，连你爷爷棒子都不认识。这次就灭你一半国土，再敢不敬，本王让你们永远消失。吉尔加美什，古巴比伦最古老的国王，我等的老祖宗。你在干什么？怎么不跪拜你的王？我在跪拜游戏里的老祖宗。看看我刚刚拿下的伏羲大帝，乾坤技能觉醒龙战一夜爆了55万亿金币。你这是什么捕鱼爆率这么高？全员在玩的途游休闲捕鱼，变态捕鱼真的很牛。现在版本更新，新人上线就有 VIP 特权和1000亿金币福利。老祖宗还有啥需求直接吩咐。新入坑咋玩？有没有老祖宗特权？现在左下角下载正本游戏，系统内部礼包码也全部送给老祖宗。领完金币换房打鱼，让你实现从0到1快速起号。现在还开了大富翁渔场，领到小神仙爆金加成翻倍。传说中他在泉水里泡澡，长生不老药被路过的蛇给顺走了，难道是记载有误？他一直活到了现在。激动吗，臣子们？还不快跪拜你们的王！拜见老祖宗，颤抖吧华夏人，这可是一尊活着的传奇。竟然是他！你认得？大王和我提起过，这个男人曾在某次生命擂台战至最后，获得最终奖励，留存在了这个世界。竟然能被祖龙提起？因为在上一次擂台，大王曾败给过他。什么？哟，华夏还有这等美丽的女人！哎，你要干什么？本王封你做王后，我们一起君临华夏。放开我，少做梦了。本王看上的女人就没有得不到的。希望你能说到做到。梵天灭世已经是定局，你见证了这么多次，还不明白吗？就是因为我见证了无数次，我才想尽办法掩盖华夏文明。只有众神山、华夏、西天3国鼎立，才能防止西天祭出梵天。其实有一了百了的办法。什么办法？我接管华夏不就是了？那个人是谁？换人吧，这个人已经是本王的王后了。放开他！我不管你什么身份、背景如何，华夏不是你放肆的地方。蒙恬，抱歉，大将军，信物紧缺，我只能让你来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了。我对上他，胜率有多少？0。我知道了，无论胜败如何，我会让他们看到华夏的风骨。这种野狗不配让本王出手，伊什塔尔立刻匍匐在我的脚下。赐死！
家军何在？蒙家军。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将领。今天我会带着你们所有人去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国赴死，有何惧哉？很好，我保证打不赢，但可以明确告诉你们，华夏的历史将永远记载，曾经有这么一支微不足道的军队，让神明尝到了恐惧。全军列阵。我大秦的城墙不会允许任何一族掠过。那就陛下，这种对手值得本王亲手了结。人在城在，谁在城在？让我看看你这杂碎还能撑多久。认我为王，可免死罪。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只是别弄脏了我的旗帜。让当王有什么不好？我会停止一切战争，让西方人当奴才，让你们华夏人成为至高贵族，从此享尽愉悦。难不成你们这帮杂碎有意见？没有。快说，众神山所有血统心甘情愿做华夏的奴才。我们心甘情愿做华夏的奴才。叶灵天喝了这杯酒，本王饶他一条狗命。这场胜利我也可以让给华夏。若非看在某个人的面子，高傲的吉尔加美什绝不可能做出这种让步。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叶灵天的回答。只见他慢慢的把酒杯放到嘴边。不可，我还没有倒下。很好。输了就是输了，我叶灵天认了。今天你赢了，别说喝杯酒，就是放个屁我也得听着。但你记着，华夏永不为奴。惊人的凝聚力让本王一时分不清究竟谁才是赢家。蒙恬，是我对不起你。大夏的城墙仍然坚固，凡人能做的就仅此而已了吗？将士的一生，为何总是如履薄冰？好友，你自幼熏陶武略，胸怀大志，必成一代名将。蒙恬与李信分兵伐楚，大破楚军。又北击匈奴，后国有功，特封你为忠信大将军。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那使得我以为自己已是大秦之魂，不可或缺。大王，刘邦、项羽汇聚咸阳，欲往大秦。我以为我又能为大秦再添一笔功绩。众将，整军出发。不必了，将军的存在对大王的地位极其不利。念在将军对先王有功，赦免九族。至于将军，可自行了断。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猛然灌进蒙恬脑海。本该油尽灯枯的他，体内骤然升起一缕热血。我想起来了，我还有没洗刷的冤，没打赢的仗。不只是他，蒙家军们也都回想起了一切。我们不是叛徒，我们没有造反之心。我们还没有输，蒙家军们随我战至最后一口气。沿做将军的劳，无数蒙家军以天地为盟，用血肉，而这他正被
蝼蚁们拼尽全力也就仅此而已。若非这擂台，你此生都没资格直面本王。我们不像你，生来就是支配一切的王。我蒙恬只是普通人，但我要你记住，这片天空雄鹰可飞，燕雀亦可。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华夏迎来最绝望的一场擂台，为国征战的蒙恬，被吉尔伽美什永远从历史抹去，彻底被世人遗忘。大夏无神可问，叶灵天生命垂危，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人。来吧，吉尔伽美什，拿出你全部的本事来接住我蒙家军最后的波澜。你的殊死一搏，在本王看来如孩童般玩闹。不过，本王愿意赐你勇者的最高待遇。这时，巨大阴影笼罩他，众人抬头望去，竟发现一只大手盖住了太阳。吉尔伽美什在无尽的惊骇中露出了无的神色。不祥的征兆，每当他露出这种表情时，整个世界都要沦为他愉悦的牺牲品。黄金之王扼住了太阳，从那熔毁的血色中拔出了支配一切的力量。剑出鞘的那一刻，太阳慌忙躲进乌云。这把剑和他的主人一样高傲，当他现身时，这颗星球便不需要多余的光芒。你不会又在打鱼吧？途游休闲捕鱼到底有谁啊？有新用户的1000亿金币，还有免费的 VIP 特权，440万亿礼包码领了吗？你觉得本王会缺金币吗？有超高爆率，运气好几炮拿下魔术师、关羽和胖老头，狂爆9000万亿金币。现在能玩的真捕鱼确实不多，明星柳岩代言认证的捕鱼爆率可以相信。现在是下载回归的绝佳时期，刚上线的大富翁联动、小神仙加成、BOSS 爆金加成，领的越早效益越好。别说了，左下角官方下载地址这就去玩，今天就要领到小财神。以太阳为鞘，这究竟是？埃努马爱丽丝寓意为在最高之处。没想到就是太阳，清扫一切。蒙恬，对不起。擂台战败，非先生之过，指望有人记得，曾经有个将军带着家将，燃烧一切，战至了最后。一定会的。好晕，刚刚是谁在场上来着？不记得。那杆旗是什么？叶灵天要召唤秦国将士吗？他们不记得了。李信，你知道蒙恬吗？不认识，怎么了？啊？他是你好友，你们一起征战，你怎么能忘？你怎么能忘？转眼间，蒙恬，活生生的蒙恬不见了。他好像不会，他们彻底从历史上消失了。那杆旗帜成了他唯一存在过的重点。这不可能，我一定是在做梦。死亡不可怕，遗忘才最可怕。而这把剑能将一切斩灭。1分钟后，除了我，将不再有人记得蒙恬这个人。不能，我不能忘记蒙恬，我一定不能。收回来的信几乎都被外国毁坏了，除了这些大将，就只剩下盘古斧了。可恶，盘古大神得留着对付梵天。请问诸位有谁愿意一战？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先生若不弃，蒙恬乐意效劳。他们都不愿战，你难道不怕死吗？只要死的有价值，能被人铭记，蒙恬就不惧。蒙恬，蒙恬。接下来呢？逼他用出盘古斧，如若不然，就杀。
召唤盘古，速度！这才是你的目的嘛！杀了我，盘古大神仍然有别人可以召唤，我区区叶灵天在这历史长河中算得了什么？那本王就如你所愿。放开他，听得懂我说的话吗？你干什么？快走啊！你给本王带来的经验比怒火更多。白骨皮肉，红粉骷髅，怎敢放肆？不要！吉尔加美什也忘了，一个平平无奇的少女，徒手接住了他一剑。掌国吉尔加美什以9天道法硬汉灭世之剑，在叶灵天濒死之际，上演美女救英雄。这是一个普通人类女孩，对不起。他的命，叶灵天的命，包括你自己的命，你今天一样都带不走。你究竟是怎么敢？见鬼了呀！你不是柳如烟，你到底是谁？窥探我的内心，可是要付出代价的。你是9天玄女，传说中皇帝的老师，你是那个时候藏在他体内的吗？我柳如烟，恭请9天玄女。你当时为什么不出来？因为我跟女娲有点过节，小孩子别问那么多。总之，我这次附身是为了圆她一个梦想。是本王大意了，偷袭的小丑受手伏诛吧。本王这是怎么了？一看你就是肠胃不太好。有什么办法解决？以后带上常言宁，吃吃喝喝打打杀杀，都不用担心肠胃出问题。常言宁让你没有后顾之忧的战斗。吉帅们在快手搜索“常言宁带您放肆去旅行”，共同分享100万旅行基金，美食吃，景区挤，高速堵，统统别担心，常言宁带您放肆去旅行。这种威胁我不解决，就得留给后面的人。你要做什么？这个女孩已经决定死在这儿了，真是的，明明我还不想死。她怎么会有勇气做出这种决定？她怎么会？你真的了解过她吗？赢得真漂亮。别吹了，要不是女娲大神厉害，这个菜鸟早就输了。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没用的人。菜的要命，让叶灵天上吧。哭哭啼啼的女人就是不适合打仗。以后不要再看见你上场，不然有你好看。小丑脸都让你丢光了。我真的没注意到。又疲劳过度了，下场擂台谁打？让我去吧。你瞎凑什么热闹？我还是给叶灵天打肾上腺素吧。你打过蓝桥吗？主将受伤，坐冷板凳的你以为自己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结果还是被嫌弃。你不能再打了，你在台下好好看着，我一定能打赢的。好吧，给他一次机会，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叶灵天闭着眼，回味着其中苦涩，自己习以为常、近乎厌恶的擂台，竟是他人拼尽全力都想抵达的终点。这让他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命运的无常。我无权干涉他选择的人生。
以公行生日，以九天之名，生化是天地之所，因此就来今天。姨爷的攻击被化解了。王仓皇逃窜吧！不可一世的王终于赶到了国安，他有预感，这锁链会将他永生永世困住，今后陪伴他的是漫长的孤独。我知道你宁愿被困住，也不会让我出手，这是你作为王的高傲。别自以为是到揣测王的心思。但你死了，我会很困扰。这将成为我最厌恶的一场战斗，趁人之危，毫无荣誉可言。杀了你，对不起。柳如烟和九天玄女在花海中双双陨落，吉尔加美什称霸擂台，即将接管华夏之际，一尊无上帝王不得信任朝天，于万众瞩目中羽化成王。仙人说不多情，但他死得很心急，这对他来说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勇敢的美人啊，祝愿你来世有鲜花相伴，受万众瞩目。叶明天，我的好孙女。对不起，我之前不该这么说您孙女。我不会再出手。吉尔加美什，希望你好好思考，你的实力是否配得上这份高傲。王不会因为这件事动摇，本王赢了，却也输了。本王将无限期封印 EA， 直至擂台覆灭。他将尽连同那份属于王的高傲，跟本王战斗还敢分心？要不你也摇一把刚更新的大富翁地图抢先击剑。摇骰子可以啊，我试试。这竟然还是体感玩法，太逼真了。房子升到4级领取1万亿金币，我刚刚还走到了富翁银行领了6万财富币。图游休闲捕鱼和大富翁联动有点东西，集到小神仙去大富豪渔场，金币翻倍，我90翻倍，270万亿金币还有谁？小神仙都抽到了，你嘴这么严是吧？告诉我钱夫人送礼选左还是选右爆率高？我习惯左手。好，摇爆渔场，尊贵的图游休闲捕鱼 VIP 玩家，暑期礼包码再发一遍 ，iOS 用户记得模拟器领取。叶灵天，本王给你一次机会，召唤一尊像样的神明出来战斗。不能玩，杀了他！闭嘴，小丑！好，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吉尔加美什因为自己不能忍，他扶着双眼看到了自己的死期。以我之精血，我之寿元，我所有的一切，换一尊老祖宗来结束吉尔加美什的生命。九龙拉冠，拉的必定是一尊帝王啊！是人道至尊的祖龙，样子完全变了。祖龙还记得我们吗？纵使模样千变万化，嬴政还是那个嬴政。若再有战，呼喊不会再次出现。寡人来了。祖龙，你可还记得蒙恬？蒙恬是何人？果然，所有人都把他忘了。蒙恬是我最信任的战士，蒙家马忠烈。
机智，他欠下的债都由朕来一一清算。原来是你这个手下败将，你以为换了副模样，成了人神，过往的耻辱就能洗刷得一干二净？此世之王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我吉尔加美什。那就让这谁龙在华夏都只是皇军的小卒，而此时此刻，这尊千古一帝却真正化成了一条龙。他站在却如天地有真，浓郁的帝王之气让西方人都忍不住跪拜。不可能，怎么会有人拥有这么浓郁的帝王之气？我已经感觉到了，不在一个次元。全球神话擂台，嬴政化成了暴打擂台来终极决战，西天召唤出至高梵天，而华夏将召唤出一位神话天帝。此处便是泰山，通天接地之所，三皇五帝封禅之地。只要大王举行祭天仪式，便可得到天佑。哼，祭天，朕德高三皇，功盖五帝，于尧舜有过之而无不及。朕无需祭天，朕就是天。嬴政认为，没有哪位帝王能与他相提并论，于是他将天下万民与历代帝王的精神、信念、力量之气汇聚于自身。那天龙饮九州，自此一只黑龙便盘旋在咸阳里。吉尔加美什，你该还债了。诸君，且听龙吟。打朕的部下打得很爽，区区杂种敢如此羞辱本王！放肆！可恶！臣子们，把你们的生命与力量献给本王。这我们会死吗？臣子就该有臣子的觉悟，本王都活不了，你们有什么必要活着？众神山上千万的人民在一瞬间消失，全部化作了吉尔加美什的力量。失去了人民，还算得上什么帝王？王道不容置疑，受死吧！祖龙，拿走我们的信仰吧！愿献出一切，换我大夏永昌。一心所向，不比江山更加美妙。吉尔加美什，朕将再次终结你的史诗。你到死也没有拿出武器，这般信守承诺，值得朕给你一线生机。本王什么时候要他人给生机了？自裁，或是听我的话，你别无选择。本王若是你，就不会留下这种威胁。王英是一怒血溅千里，伏尸百万，违令者一律斩首。朕与天下无所不容，尔况汝乎？好一个天下无所不容，你也算个王。感谢祖龙救华夏于水火。华夏是你们的，也是朕的，无需言谢。至此，众神山彻底出局，西方人民尽数被抹除，华夏将于西天展开最后的角逐。一将功成万骨枯，盘古大神终于可以下界了。叶灵天被关在里面。华夏要结束了，到头来我还是没能阻止这一切。唱衰华夏，找打是不是？上将，好久不见。您
最后一场战斗了，死战只能1对1，无人是梵天的对手。你难道真的认为事到如今还有人能打败华夏吗？看来赢得太多，让你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知道我神梵天吗？万物起源，神中之神。等他醒来时，世界将会毁灭。华夏，识相的立刻臣服西天，否则别怪我们鱼死网破。你们所有神明绑一块都不是梵天的对手。我打的就是梵天。看来你是真不怕死，那就来吧。伟大的梵天，我们在你的神殿里准备了9999个童男童女，就用这群孩子的生命迎接你的到来。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全球神话擂台，西天召唤出至高梵天，而盘古大神却遭到3000大道魔神阻拦，迟迟无法下界。盘古道，你难道不知你此次下界会发生什么？你说的是梵天灭世，他没这个本事。先想想自己实力配不配得上这个字。今日3000魔神携鸿蒙至宝与混沌大道而来，你若能对付得了，我们就让路。一炷香，什么？一炷香后，你们将被无尽数处死。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后还有神圣的气魄，谁能比肩？他就是梵天，预言中灭世的神。我神梵天，我们想要入驻华夏，帮我夺得这片土地吧。我批准了，华夏人把土地交出来吧。你说交就交，那我们住哪？华夏有多少人？足足10几亿人呢。打造15亿狗窝，实现华夏人人都想买房的梦想。有房了，没车怎么能行？最近发财了，怎么又换新车了？哪有？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买的比亚迪唐，才花了12万多，开起来跟新的一样，但比新车便宜了8万多，真的特别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是全国二手车大平台，每台电车都经过3电检测，照样有原厂质保，还能试开3天，满意了再买。我跟你说，买二手电车认准瓜子二手车就对了。听见了吗？你们华夏人只配住狗屋，还不快拜谢我神梵天！阿三，我奉劝你一句：人外有人，神外更有神。我今天要教教你什么叫谦逊。神明祸乱，纷争不断，华夏神话的起源，世界的缔造者，吾辈夜灵天恳请盘古大神解放全人类，为神明擂台的最终一战画上休止符。怎么会这样？显而易见，盘古惧怕我。这是怎么了？世界末日了吗？我神救我！在我面前装神弄鬼！蝼蚁也敢窥视神？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世上还有这么恐怖的东西。没有人知道梵天究竟看什么。一尊举世无双的神，在3000魔神的尸骸中筑起王座。下个界而已，为什么要逼我杀光你们？被盘古杀死的2000多尊魔神，每一尊放到擂台都是拳打西方，小题天竺的存在。不敢相信，这位创世神实力竟如此强。一力破万法，我等奈何不了你，盘古，你真不愧是盘古。我得提醒你，这帮小世界动手指头就灭了。我会克制的。还不快让盘古出来受死！盘古是不是怕？没怕。你想想看，梵天下界的体验，
10000个童男童女，至今为止哪个神比他有排面，输给他也不算丢人。这群别较量。他来了，一瞬间，天地失色，黑暗中一道伟岸的身躯缓缓出现，大地苍穹仿佛因他气息而变了，他仿佛是从混沌中一出现，便让这世人明白谁才是他最敌。全球神话擂台乃最终大决战，唐古要对决这一胜负，半句话两大水都创始不对，最后的胜利花落神话，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就是你们华夏最顶级的神明了，我感到非常失望。召唤出这种低级神明来打我等至高神，他像个砍柴的。华夏的神虽多，但都是些乌合之众，名头倒是响当当的，可实际都是只老虎罢了。听着，我只说一句话，你们只会欺软怕硬。哼，当初华夏被你们打到差点灭国，现在反倒说我们欺软怕硬。我们就是可以捏软柿子，但华夏不行，因为你们骨子里就是贱奴。你们该做的是立刻跪下。我跪。盘古大神不用对他手下留情，一招送他归西。难得的机会，蛰伏身躯，借你用用。我真的可以吗？注意控制力道。好的。乃大道杀招，有意为歌混沌之。很不巧，我的意志有容纳天地万灵之量。神，什么情况？梵天大神呢？华夏呢？难道被我亲手毁了吗？不，擂台有规则束缚，不会危及到外界，是我们擂台里的小世界毁灭。看清楚了，小天，你们的梵天一招都挡不住。怎么会？那可是至高梵天啊！盘古斧的威力真是超乎我的想象，看样子梵天已经归西了。现在知道低估华夏的后果了吗？以为自己杀了我，无知就是你最大的特点了。一花一世界，我早已化身宇宙意志，没有肉身，你如何杀我？原来如此，你们对梵天一无所知。创世神战果然没那么简单。你不过空有蛮力罢了，让你见识一下创世全凭。宙斯，否定。我第一个亲人了，现场造神，还是神王级别，比盘古那什么大？杀了他！是什么让你产生奥丁宙斯能和我交手的错觉？若是众神山还在，看到这一幕，一定会反思自己为什么会挑衅华夏。众神山两大顶神不是一伙人，那又如何？是梵天的对手吗？猖狂！看我把你练成舍利子！闹够了没有？
说了多少遍，不要做无意义的挣扎，我是不可战胜的。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擂台会限制神明实力，只要能上场，就一定有杀死的手段。梵天，我记得你刚才不是有5根羽毛吗？怎么变成3根了？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手持开天火，标配造化玉莲，脚踩36笔混沌奇缘，全球神话擂台迎来中烟大决战。站在华夏神话顶点的擂台，将亲手操办猎头的灭罪。梵天，不用再装了，我无敌是真，而你无敌却是假，你只剩下1条命了，对吧？我梵天1条命足以杀你盘古无数次了。梵天，你行不行啊？最后1条命，上次这种压迫感还是在上次。太无聊了，造点东西玩玩。梵天，你找死！怎么了？不问过我就创世，你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吗？绝对没有。这是我的一部分，它会在你的身体里生根发芽，时刻提醒你谁才是老大。新时代是属于华夏的，静静的消失吧。这就没了，连个盘古都打不赢，我还以为你有多强呢。怪不得没人信仰你，真是个废物。要不是这擂台无法让我发挥全部实力，这盘古怎么是我的对手？输了就是输了，别找借口。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还是赶紧跑吧。没用的东西。找死！至此，西方灭亡，浪花淘尽，唯有华夏屹立不倒。擂台结束了吗？一切都结束了，你们每人都可以许一个愿望。心愿世界和平，祖国繁荣昌盛。穿过这扇门，你们就能回到没有神的正常世界。那我会忘记这一切吗？能和你们共度这段时光，我非常开心。即使我们即将分别，但别伤心，将来某一天，我会化作凡人和你们交朋友。感谢各位老祖宗的不离不弃，看来梵天灭世根本是个谣传啊！盘古就真的不可战胜吗？该我来接管一切了。你连蚩尤都打不过，地上又能改变什么？我没认真罢了。这次我会让他们尝到恐惧。至于你，可以永远的消失了。羔羊们，师婆是要来收割你们的生命了。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全球神话擂台，师婆在华夏上空跳出了坦达瓦灭世之舞。诸神黄昏中的火焰巨人与绝望之龙伊德霍格一同飞死，3大灭世神华夏
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死于自由。师婆，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无数神都想击败我，杀死我，只可惜你们够资格吗？难以置信，死在蚩尤刀锋之下的师婆，竟然又神奇般的复苏了，并且这股邪恶到极致的气息，让一众神明都感到天然的不妙。盘古大神，快杀了他！上次败个蚩尤本神已经绝关了，这次直接开打。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了，他要跳舞了。既然我做不得胜利者，那这世界就没有存在的理由。有古怪，灭世之物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直到这个世界变成一片混沌之际，我都是不可杀死。那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之后等待你的会是什么？在这之前，我会把华夏人全部处死。笑话，华夏神之多，你凭什么做到？我正准备送你们一份大礼。屠龙你的破格，你曾发誓归来日要世界末日，今天就是你兑现的时候了。黄昏到了，用你的火焰席卷华夏，一件的事。难以置信，师伯竟然能操控其他国家的神明。不是操控，是联盟。我们所有神话都会联合起来对付华夏。该死，明明就差一点，我们就能回到和平的世界。该怎么办？请问各位，我该怎么阻止这一切？很简单，你只需什么？老祖宗们，说句话啊！他向众神祈祷，却没有得到丝毫回应，这是不是代表着华夏的气数已尽？你做了什么？他刚刚差点走火入魔，是我帮了他。你们怎么会在一起？你绝对想不到，他其实就是……不用担心，神明们已经去阻拦灾厄之兽。至于华夏，几人望向天空，只见天河倒灌，流星飞溅，华夏气运凝结成的屏障，也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你怎么清楚我在担心什么？我还知道，神明们没有回应你，对吗？对，你为什么会知道？无关紧要，我有一计可将不可一世的湿婆斩杀。是什么？湿婆的力量源自于混沌虚无，只要阴阳颠倒，天地调转，将地府拉到上天来，便可切断力量的攻击。你在说什么？这样一来，阴间的鬼会消散，阳间的人会变成鬼，天上的神仙也会消散。叶灵天细想更加恐惧，真照他说的做，就是赢了，也只会留下一把燃烧的巨剑从天而降，华夏气运肉眼可见出现了裂缝，火焰开始渗透各个城市。影响最大的则是剑下的河东，这煌煌天威是凡人所不能，7000多万人即将丧生。很辛苦，没时间了，你必须立马做出抉择。我们已经无神可用，拿什么阻止这一切？不，我还有最后一张牌。
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师婆的灭世之火这道神罚将会杀死此地7000多万，而华夏圣遗物用尽，无神可照，难道华夏人只能任神宰割了吗？最后一张牌，我希望能够挡住，尽管很渺茫。哪个神仙？有人称他为神明，也有人称他为叛贼。他是太平道的创始人，世人又称他为天公将军。184年，他以苍天已死，黄天章立为口号，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那不就是个蛊惑人心的反贼吗？而且只是个会点道法的普通人而已，这可是灭世的光芒之景。神又怎样？我们的领土岂是他说灭就灭？苍天既死，贫道当替天行道。苍天离弃，汉不清。贫道所求之道，非富贵，非长生，唯愿天下太平。实名指迷民招，当受天劫而死。天地为无泪墨，看皇天找太平。老祖宗都还在奋战，我们不能放弃。相信我们一定能过。看我刚换的车，陨石都追不上我。你这车挺新啊，不便宜吧？便宜的很，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特斯拉 Model 3才花了14万多，开起来跟新的一样，比新车便宜了12万多，真的特别划算。这么便宜，靠谱吗？当然，瓜子是全国二手车大平台，每台电车都经过3遍检测，照样有原厂质保，还能先试开3天，满意了再买。我跟你说，买二手电车认准，瓜子二手车就对了。神明战场，一个普通人献出全部，也只不过抵挡一次天劫，但这却给国家带来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希望。我以绝望为力量，世界越是混沌，我就越不可战胜。2个人族大敌，不过如此也。真是块难啃的骨头，若是我的部下们就好。哼，弱者满口理由，承认吧，轩辕，以你的实力没法挽救华夏。难不成你行？屁话，我当然可以，只不过我并不想拯救你的民族，除非你亲口承认，若当初涿鹿赢的是我，部族会更加繁荣。耍嘴皮子就免了，你若是行，早就证明给我看了，你就是没实力。放屁！天上天下，谁敢说我蚩尤没实力？蚩尤前辈，前方战事怎么样了？无聊的问题，下次再有类似的事情，你应该问对方的死法有多精彩。明白了。民族危机，我已无法在前线浪费时间。这把斧头是我最得力战将的贴身兵器，拿着它，吟诵那位不死战士的真。战神刑天。好你个蚩尤，还藏了这么一手。我得走了，刑天会代替我留在这片战场，他是我最信任的部将。走去哪？去死！我虽然讨厌你，但我蚩尤是性情中人，我看不得偌大的民族毁于一旦，你保护不了的国家，就由我来守护。无知族人，我是蚩尤。
蚩尤的声音传遍九州大地，听见声音的人们心中竟升起一股莫名的安全感。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法守护国家的，这次你们的祖先扛不起这大旗，即愿远不知血面，浇灌九州大地，化化之后80亿国家，为华夏奋战至死。不要这样子做。忘记二人，四不要储备人数的强大义务是世界。不要断送蚩尤，不要追赶蚩尤，要战胜蚩尤，要超越蚩尤。我们都记住了。很好。饶是蚩尤这个浴血无数的战士，诀别之时竟也流下了泪水，但他知道，蚩尤的离开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皇帝一直自至此，华夏国用屏障全面破碎，仿佛是天欲王发下。过往被我国斩杀的他国生灵，纷纷以怨灵的形态复苏冲杀进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要华夏两国带人一并消失。简，当初灭我大营华帝国，就该想到有今天，准备迎接我的复仇吧。主抛弃了你们。须佐之男，上帝耶和华，他们怎么都活过来了？这个世界已经被绝望覆盖，而华夏存有希望。我们站在了世界的对立面，神抛弃了我们，你还在等什么？我们牺牲一切灭了这神。虽是危急关头，叶灵天却并没有失去理智。这个黑袍人实在太狠，还是防他一手。丰都大帝，晚妃叶灵天，请问天地意味能杀掉湿婆是真是假？确实是真的，只不过地府不接受。小人恳请您出手吧。恳请丰都大帝出手。我也一样。同时，地府的鬼魂正以恐怖的速度增加，这也意味着华夏不断有人在死亡。丰都大帝仍不动摇。你们不用再说了。我既是华夏神明，更是阴天子。阳间的人我要顾，阴间的鬼我更要护。开门之时，这位阴天子已经在地狱。只见门外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有的是战死的革命先烈，有的是擂台牺牲的神召者。钢七连4排5班班长，愿为华夏勇士不得超生，愿为华夏勇士不得超生。人民纷纷请愿，国难当头，哪怕变成鬼了，这些烈士也同样是第一个站出来。开通地府吧。好，你们都很好。地府从不干涉阳间任何事，以至于世人都不知道我地府是何等战力。去吧，让他们见识一下。随着地府通道的打开，那射箭光子竟毫不犹豫朝着阳道飞去。这是终于再一次见到祖国了！打倒所有侵略者，华夏人民万岁！打倒所有侵略者，华夏人民万岁！无数人振臂高呼，他们秉承着光荣的信念，喊着光荣的口号，在烈日的灼烧下化作虚无。这一幕，人神颤抖。不可能，人心永远是自私的，他们不可能为国牺牲到这种程度。所以樱花败了，西天败了，众神山败了，而华夏赢了。逗我吧！你是哈迪斯，怎么跑到华夏那边去了？哼，趁你还有命活的时候，尽情嘲讽吧。这一战后，我将彻底转正。
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以诸神信物，对话玉皇大帝。凡人啊，你和弟子的交易我都知道了，但天庭不接受一位。好你个玉帝老儿，事关华夏存亡，你们天庭这些神仙吃着供奉鸟事不干，就别怪俺老孙再闹你一次天宫。孙悟空，我给你面子，但你别真以为我们怕了你，要来尽管来吧。若非不能放任人都过去，踏足华夏，孙悟空和杨戬两人恨不得杀。就在这时，两道墨水的声音出现。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孙悟空为保人民，再度大闹天宫，如来佛祖终于不再留守，决定将孙悟空彻底铲除。站在猴子背后的人终于要出手，师傅救我！你们是什么人？少废话，去做你该做的事。这黑龙精不死不灭，俺老孙走了，谁担负得起这个责任？此乃愚问，当然是王来承担，王来背负一切。好生狂妄！闭上猴嘴，我们。看来你是被始皇帝打服了呢。不懂人心的女神啊，这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这是吉尔加美食的武器，他要复仇嘛？那个人从来不会站在多数人一方，更不会趁人之危。叶灵天，你做的比我好，你让万神都不舍得华夏覆灭。本王也曾是一国之君，知道建国之难，也知道一个文明延续至今多么不易。你走错路了，你得祸格，这里通往地狱。看来你是鬼迷心窍，舍不得这神仙宝钻。大圣，我这是为你好，如来佛也在，这次的灵霄宝殿，无论谁来了都是有去无回。哪吒，谁允许你泄露天机？舅舅，你叫我舅舅也是没用的。圣音落下，天边一团雷，浩浩荡荡的天，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天庭众仙，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实不知道尔等有什么本事拦我？所有草头神跟随孙悟空，踏碎凌霄宝殿。三眼儿，你去吧。不小心用了一点力，最好是不小心。走了。没有过多言语，两人都察觉得不清，这一点也许就是永远。你看看人家哪吒，为何不阻止他？你要造反吗？我不干了。大王，我该去做什么？你什么都能做。当然，小的智慧与勇敢，三界无人能敌。你且去西河牛州寻一处山，此山叫做灵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那洞中有一个神仙，名须菩提祖师，你把他老人家请出来。
他不来怎么办？不来你就对他说。我去就回。我一再强调，天庭拒绝和地府一位，现在退去，留你猴头。俺老孙也不是来征求你意见的。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盘古开天，地人神居之。这天庭，俺老孙如何做不得主？这天下万民如何做不得主？夫孙，看来我需要帮你回忆一下500年的故事了。你瞧瞧，这是谁？你的克星，你的噩梦，原来是如来小儿，有失远迎。上千年过去，你这厮仍然没有悔悟，莫不是斗战佛这一尊位，你显小了。让我当你灵山脚下一只宠物，笑话！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记住这个名字，它将会让天庭众仙在未来10000年都饱含恐惧。你已被世俗恶念缠身，这次我要将你镇压10000年。师傅救我！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华夏兵临灭国，天庭冷眼相待。孙悟空为保华夏与天庭爆发激烈冲突，即将被再次镇压五指山下之时，一位仙风道骨的白袍老人现身，嗷的一声师傅，吓得天庭肝胆俱颤。第二次面对五指山，孙悟空不同以往东窜西跳，神通尽出，他只是静静的坐着。大圣为何不避？他在等。等什么？等死吗？来了，大局已定。看来这一路颠簸，让猴子成熟了不少。这是刀光。如此漫长的金光大道，这是圣人出行吗？不知何时开始，已有万丈道光贯穿宇宙，连通蓝星，最后流向33重天。365位众神目瞪口呆。这是朝天庭而来，是谁惊动了圣人？如来，俺老孙历经8世一难，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降妖除魔，靠的是背景。荒唐！本以为你已知错等死，不成想你随三藏历经99、81难，仍是个不服管教的孽徒。我那聪慧的徒儿，在你眼里怎么变成不服管教的孽徒了？这声音，师傅不是金蝉子，究竟是谁？须菩提，玉帝如临大敌，这位的不速之处，他如何不清楚？悟空，你又闯祸了。师傅果然没有忘记徒儿，当初你说永不再见，徒儿哭了一晚上。徒儿该罚，我已经几千年没被您老人家打板子了，想念得很。好头还是那个好头，
玉帝如来早已目瞪口呆，彼时才恍然大悟，为何一只石猴会有万般神通？原来是出自这位大仙之手。孙悟空，既然你有这般背景，为何当初不搬出来？俺搬出来了，这玉皇大帝还轮得到你做？你这猴头！我早观这猴头顽劣，出师必闯大祸，错在他，所以我先前并未出手。可这次我徒儿是为天下人民请命，谁也动不得他。他说谁也动不了，那就真的动不了。菩提祖师，你先前不是说不插手天下事？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诡辩到我的头上来了。天下苍生无非虚妄，生死不过是天命。你为何就是没有我这般心境？如来，俺老孙忍你很久了。忍住，为师来教训他。竟这么有实力！你难不成要杀我？如儿心境当真如此了得，怎会怕死？方今华夏大乱，外神横行，只因你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若天下太平，谁愿趟浑水？反倒责怪起我这为国为民的徒儿来了。谁也想不到，这外貌慈祥的老者发起火来竟是如此恐怖。师父，如儿等人饱食香火，坐享天伦，却叫身陷水火的百姓谈论心境，简直无耻。教训的是孙悟空先凭接手和弟子一位。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神明擂台最终一战落幕，天地颠倒，华夏赢得胜利，可却无一人存活。为了文明的延续，叶灵天不得不做出违背老祖宗的决定。你们做了什么？我的力量怎么消失了？这里是地府，任何外神都不得施展全能，这是我的规矩。地府，师婆，为了对付你，华夏可谓是倾尽了所有，活人死了，死人被抹除了，我的命也搭在了这里。既然横竖都是死，你们为什么不能乖乖的被我杀死？为什么不能像个奴隶一样，乖乖的听话？因为我们不服输。这火永远不会熄灭，我要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好痛，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放过我吧，给我一次机会。去问问被你杀死的人，看他们给不给你机会。你们行行好，让他放过我。玩啥游戏呢？就听见金币声。途游休闲捕鱼刚更新的 S6 赛季封神战绩，我在打新 BOSS 雷震子呢。捕鱼有啥好玩的？现在鱼都铁做的。菜就多练，看我刚拿下的1万倍的雷震子，直接爆了50万亿金币，纯零氪选手，靠的就是实力。我看看，这捕鱼特效有点牛逼，借我玩玩，我去还能摇骰子走格子泥，有点东西。
不好玩我能玩吗？再说了，人家是明星代言的官方正版游戏，爆率高不说，新玩家上线还能领取1000亿金币和 VIP 特权，不氪金炮台也能升级50亿倍，再给你一份封神的礼包码，抓紧兑换全场爆金。此刻师婆忏悔的模样，任谁也联想不到她刚才还是杀人如麻的润物。鳄鱼的眼泪，我们绝对不会原谅你。放过我，我真的知道错了。你不是知错了，你只是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把他的灵魂发配十殿阎罗，该怎么做？不用我多说吧。是。你们这群蝼蚁，总有一天我要你们生不如死。结束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活人了，我失败了。还有一个人活着，是谁？在哪？在我们脚下。终于辗转多个世界线，终于有一个保留了下来了。是你，我究竟是什么人？我为什么没死？你想问这个对吗？对，而且你似乎对我、对各个文明都非常了解。想必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看看我斗篷下真实的面貌吧。这怎么可能？意不意外？有点，不过我早就猜到了，你应该是过去的我，或者是未来的我。你不属于这个时代，所以你能躲过一劫。你猜对了，去接受擂台的最终奖励，将我们复活吧。当然。太好了，这才是战胜国该有的待遇。你们错了，都错了，大错特错。是祖龙，阴阳颠倒，您为什么还在？朕就算做鬼，也是鬼中之皇。这后面还有我的咸阳宫。祖龙果然牛。说回正事，你们没发现他脸上有个印记吗？这个印记朕曾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那是人类叛徒的烙印，从古至今只有人祖亚当拥有。亚当，神明擂台结束后，我许了3个愿望：第一，将所有为国征战的神明全部抹去；第二，复活樱花以及众神山西天，除华夏外所有人民；第三，让叶灵天永远留在地府做鬼。当亚当这3个愿望说出时，所有华夏冤魂全部暴怒。你说什么？我说的还不够明白，我要创造一个没有神、没有华夏人的世界。随着擂台发出光芒，无数樱花人、天竺人、西方人复活在华夏各个城市，彻底鸠占鹊巢。所有人听好了，我是人祖亚当，以后这片土地不会再有华夏人，你们只需听从我的命令。祖宗真是英明神武。华夏人肯定气死了，赢到最后为我们做嫁衣。过去的我为什么会是亚当？应该是转世吧，朕也不清楚。可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他痛恨神明。其实早在神话时代，神明擂台就已经诞生了。亚当就是在那个时期与神结仇。至于不复活华夏人，我想是因为他知道华夏人一定会反对他毁灭神明。你不是要守护华夏吗？我守护的是这片土地，而不是人。如你所见，我不在乎人类，我只需要听话的狗。亚当此举就是告诉所有人，反对他只有死路一条。很好。这算什么胜利？你说什么？这是无耻的偷盗！我的国家是众神山，不是华夏，我不接受这种胜利。凯撒，你……我没有帮你说话，
谁都知道胜利者是华夏，你们只是在自欺欺人。就结果而言，我们确实赢了。贼就是贼，我本来是为国捐躯的烈士，如今你却让我活得像个小偷。你把我的骄傲当什么了？不接受，那就死吧。我还怕死吗？叶凌天，听着，他不配当人族。如果你还是个男人，就带着你的人民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土。我会的，凯撒，你是我最认可的对手。事到如今，我的计划天衣无缝，你们没有翻盘的希望。你真的认为我对你没有任何防备吗？战鼓声从四面八方响起，仿佛一支浩瀚的大军兵临城下。抱歉，亚当，胜负现在才要开始。这时，天空撕开一道裂缝，无数战刃虚空浮世，侵略者们吓得抱头鼠窜。这片土地曾经的王们回来了。嬴政，你居然准备了这种战力，从未来打过来了。这片土地，你们有资格居住吗？一个不留！开战！我错了，不要杀我！我们不留在华夏了，这就走。没有人能活着离开。嬴政，你想毁了这个世界吗？与其让外族占领，不如由朕亲手摧毁。咸阳星系还有朕的阿房宫，覆盖10亿里，能居1000亿人，我们还怕没地方住场？如何呢，亚当？说话！我筹谋1年，终于能当上蓝星之主，怎么能任由你毁掉？你以为我不能叫人吗？让你们华夏老祖宗自相残杀吧！以人族之名，召唤华夏英灵。这怎么可能？让我来教你怎么召唤。老祖宗们，华夏后辈灵天，恭候多时了。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华夏历史大军从未来杀之，捍卫国土。亚当召唤出了宫本武藏，一刀斩向地狱。叶灵天即将丧命之时，华夏剑圣到来。看来得给这些暴民安排一个领导者，西方军事之首，名扬天下的征服之王，引导你的人民征服这片土地。您是大帝，你做了什么？此人不需要知道，是我小看你了。但你认为只有华夏历史中有强者，那也未免太自负了。不是自负，是自信。你确实是个威胁，还是让你永远消失的好。2天一流始祖，历经60场战役而不败的常胜之王，从炼狱归来的修罗宫本武藏。我已经是地府的一只鬼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猜我为什么召来了宫本武藏？你是鬼魂的叶灵天，感觉到了比尸体还要冰冷的寒意。这2把剑的威慑贯穿地府，将鬼魂们化作飞灰。这是怎么一回事？很疑惑对吗？宫本手上拿着的是只存在于神话中的奇迹——十全剑与草剃剑，没人能躲过他们的追捕，神也不例外。再配上他此生绝学2天一流斩鬼道，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不像是开玩笑，这一刀似乎真能斩向地府，并且已经锁定了你。
徐福，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别以为朕不知道，这人就是你的后代。奴才该死！只能等死了嘛。もう夜だ。静かに行け。看来我路过的正是时候。请问神明擂台怎么走？你是什么人？一个路过的普通人。死了没？很抱歉，想杀我，先问问我的老祖宗。老祖宗，有请天下第一剑客，帝国最强剑圣葛烈先生。我不喜欢杀戮，你可以自裁吗？猖狂，正好，我的双剑很想尝尝华夏人的血。你有没有尝过自己的血？华夏明明赢得了擂台最终胜利，却为了死命家国不保的下场。身处地府的我们，该如何抗击小樱花的剑圣宫本武藏和西方大帝的侵略？再下个念。号称剑圣，却毫无杀气。拐杖比剑更适合你。真信你自己的命？我说过不想杀人。轻飘飘就压制了宫本武藏，这葛烈究竟是什么人？二天一流。二天一流是能将一切斩断的因果之剑，无人能躲开宿命的追捕。追求杀戮的剑客，我也见过不少，也许会盛极一时，但最终都会横尸街头。苍生普土，天下寥寥，诸子百家，唯我纵横。其势如渊，其剑如虹，百步飞剑，一刃断头。你的剑太慢了。这不可能，我不会看走眼的。宫本武藏不可能这么弱。我肯定是在做梦，武藏桑怎么可能输呢？同为剑圣，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剑圣可以有无数个，葛烈只有一个。葛烈先生，你怎么了？我来自未来，存在的时间只过一场战斗，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另一边，西方号称大帝的男人，已经带着西方人民征服了大半个草原。草原被人占领了，不错，这个人的来历还不简单。是什么人？不愧是大帝，轻松就带领我们占领了华夏的地盘。不错，这个肌肉健硕、骑着骏马的男人，正是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大帝。他曾带着军队不费一兵一卒占领埃及全境，13年征服了约5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使马其顿成为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可惜享年33岁。要是大帝多活10年，哪里还有华夏的事？立刻离开这片土地，这是为你好。乖乖当个死人，别来插手我的宏图霸业。就从这里开始进军，占领整个华夏。这片土地属于谁？可不是我说了算。那是谁？他们已经来了。
大帝，我怎么感觉有一支军队打过来了？不可能，华夏人应该都死绝了才对。一支浩浩荡荡军队正朝这边打来，那是这片土地的英灵，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是这片草原曾经的王。上帝执鞭，成吉思汗。亚历山大脸色绝望，他的下巴在颤抖，他的血液沉淀。成吉思汗，一个独霸历史长达1个世纪的人所建立的帝国，在50年间征服了40多个国家，720多个民族，征服人口高达22亿，土地占世界的22%，差点统一全球的传奇神话。奇怪，我明明不认识他，腿脚怎么会发抖？他可是你们的噩梦。快走，快走，跑得慢的是前排。大帝，你怎么能丢下我们？永远的留在这。就像一群幽灵一样。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樱花，一个弹丸小国出来的将军，竟扬言要挑战我国武将，一出场就点名要打战神吕布。你们一直吹嘘华夏武将是最强，但从今天起不再是了，因为我织田上场了。此话一出，瞬间引爆华夏全员，所有人都在问织田是谁。织田信长大人可是统一整个大和族的传奇人物，瑟瑟发抖了，对吗？可别小瞧我们的斗志啊，混蛋华夏人！织田信长不过是个领兵2万的武将吧，大和族丁点大的地方也能拿出来炫耀。这种战场是你能上来的吗？下去！你也瞧不起我国是吗？我要为大和族证明，派你们华夏最强的武将出来受死。你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不打小孩，是因为你祖上曾被我大和族支配，所以怕了，对吗？你说什么？你可以不承认，但血淋淋的历史摆在那。我的后代曾支配过你们，现在我将再次支配。你这么说，我可就不困了。2个人，一个项羽，一个吕布，挑一个吧。项羽一听就有英雄气概，反倒吕布我听说过，3姓家奴罢了。让吕布出来单挑，总之只要赢了就好，别怪我胜之不。吕将军，话已至此，无需多言，即刻斩杀倭国前朝余孽。凭我手中方天画戟，坐下赤兔神驹，天上仙，地下魔，势如草芥。凌天兄，人在哪呢？这就是华夏武将，我尚且被称为参天巨人，想不到还不如一把武器高。早知道选项羽了。就凭你身高不足9尺，怎敢称将？吕布不是3姓家奴吗？这等神将，怎么会有这种称号？你只听过3姓家奴，没有听说过另一句话。什么话？这世上有2样绝品，一是人中吕布，2是马中赤兔。正是正是。论骁勇善战，把你岛国族谱上的人绑在一起，也比不过一个吕布。那是那是。吕将军一人就能灭你们全国。
林天言过来，从来没听说过。岛国不仅地方小，度量更小，只传送我大夏将士的丑闻是吗？古有辕门射戟，今有神台射日。辕门一箭射出的是自信，而今是不如火纯青的技法。这还是人类吗？吕将军神勇，不减当年。不敢当，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不对。你到底是？你以为自己杀了我，少狂妄自大了，混蛋！这是须佐传承，我已是至高无上的存在。织田信长一个普通人类，怎么会有神的传承？难道说？他吸收了擂台神明战斗残留下的神力，从而觉醒了新形态吗？不错，我已经得到了须佐神力的认可。现在，我就是这个世界最强的人类。我现在正式宣布，自帝国樱花了，燃尽吧！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这男人已经死了上百年，可他的枯骨却始终没有散去，宛若守护神般将樱花国人。可百年来，这位也终于迎来了极限。100年前，曾有神明在这战斗，我侥幸得到了须佐之男的传承，将一名华夏将士烧成枯骨。可他仿佛擎天居住定在这，让我没法越过。这就是那名华夏将士，他究竟是谁？吕布，风险。吕将军，100年了，你为什么还不醒来？他马上就要消散了，到时我们将杀过去，彻底抢占你的领土。做梦！这片擂台也有我华夏神明的力量，到时候吕将军得到传承，你们所有人都得死。你以为有这么简单吗？我看吕布早就接触到神明力量了，可是他不够资格。不可能，将军一定会醒过来的。人中吕布怎会没有资格？你已经看了这块破布100年了。前辈，我还是做不到。貂蝉是我的挚爱，您让我怎么放弃？打个电话和他告个别吧。我去，这不是新出的苹果16吗？你在哪买到的？苹果上新季，快手送福利，在快手就能买到正品首发 iPhone， 点击视频左下角就可以预约新机，而且参与预约就能免费抽苹果16。听说已经有粉丝抽到了免费的苹果16了，真的？当然是真的。老铁购机还有享受过，加一开始全国门店超快配送，最快1小时送达，还可以分期免息。我还给大家准备了更多的专属粉丝福利，快来预约抽大奖吧！挚爱。你知道当年在涿鹿，我和炎黄两人交战死了多少兄弟吗？你知道神明擂台那一战，华夏死了多少人吗？
全军覆没，我们的族人为保国土，全部都留在了地府。他们都在等你浴血重生，把这些无耻的樱花国人驱逐出去。可你却因为儿女情长，止步百年。对不起，我配不上大家的期许。你走吧，连情感都无法舍弃的人，不配得到蚩尤传承。吕布这刀子难堪大人，你干什么？你闭嘴！吕布哥哥会醒过来，他会干掉小樱花，会带我们回家。本就是个三姓家，也就你们这些小屁孩抱希望。他不是三姓家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像他这样有志气的英雄，一定会再站起来的。三姓家奴，你看着这个国家被占领吧，看着相信你的人民永远无法回到家乡。不是三姓家奴，你就是三姓家奴。三姓家奴，三姓家奴，三姓家奴，三姓家奴。我吕布不是三姓家奴，以后谁再叫我三姓家奴，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那就来接受我的传承，你将成为人间第一神兵，你将化作席卷人间的烈焰，使这一切燃烧殆尽。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吗？貂蝉，希望你能保住我的理智。让他去庆祝100年过去，他终于要倒下了。冲！华夏是我们的了。将军，您最终还是没法带领我们在这儿。是个三姓家奴罢了。然而，这话一出，他身上便燃起了一股幽暗的烈焰，众人大惊失色。再一转眼，吕布的空体竟也燃烧了起来。这不对，这不是要消失了，他要醒过来了。不好！狼风开路！去吧，骑着你的赤兔，告诉这个世界你是谁。我乃天下第一神兵吕奉宪。小樱花的名将织田信长继承虚竹神力，自以为天下无敌，以魔王自豪。殊不知，站在他对面，正是得到了魔神蚩尤传承的吕布奉宪。将军，我们的将军回来了。你们看到了吗？吕布哥哥回来了，变得好帅。吕布不会这么轻易被打倒的。你蚩尤是个什么人物？你敢称魔神？问过我的同意了吗？你可以看不起我，看不起蚩尤，但问问你背后的祖宗怕不怕？须佐大神打你，不是有手就行。这接着，怎么回事？我的力量失控了，不对。须佐大神被这尊神明的残影
吓跑了。不可能，这不可能！我们大樱花帝国的至高神，不可能为战先怯。这是与生俱来的恐惧。曾经华夏神明将你们的神话灭得一干二净。可恶！就算没有神力，我也一样能杀死吕布。米娜萨，为天皇效力的时候到了，此刻正是你们献出生命之时。我们将碍事的苍蝇终于消失了。我好像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忘记了什么？我到底忘记了什么？如此恐怖的气息，绝对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里。你敢动一下试试？威胁我！我的身体设置了自爆装置，在我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足以湮灭一个星系的神力就会爆发。确实很厉害，可是朕不信啊！开炮！等等，我们可以谈谈。大王，您朕吓唬吓唬他，你很失望？不敢。回答朕第一个问题：怎么复活华夏所有人？朕数到3，只能等下一个轮回之后，擂台再次激活，赢得最后的奖励。朕没有耐心了。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让一位神明来激活擂台。等等，其实有神力就可以，只不过要付出代价。做梦，你只不过是想找个借口杀掉吕将军罢了。我若骗你，你大可一炮轰死我。我听到了，意思是我去死，你们就有机会活过来，对吗？吕将军，你恢复理智了。不必多言，我吕布的命要就拿走便是。跳下去就行了。吕将军，凌天兄，我吕布从不求人，今天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说。有个人在某个地方等我，我给过他一个承诺，他给我在这世上留了一样东西，但我现在记不清了。当我转告他，吕布要另娶他人了。将军，赤兔交给你了，他是一匹好马。赤兔，除了你，天下还有谁人配赤兔？神明之火昭告诸天，擂台开启了。真冷，也不知道你爹有没有添衣服。宝宝快看，有烟火，好暖和，就像被你爹抱着一样。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擂台选出了项羽和亚瑟王对战，可项羽却迟迟不响应召唤，惹来西方群嘲。直到叶灵天进入英雄遗迹，才发现这位西楚霸王会永远困在胡墙。没胆子跟我交手吗？我的骑士知道不会容忍这种懦夫。闭上你的嘴！你可以说项王缺少任何东西，唯独不能说他没胆子。神明擂台之灵，告诉我项羽在什么地方？擂台出现了一道影像，一群老少聚在一起，不同的是，有人掩面痛哭，有人嘶声咆哮。相同的是，他们都看着对岸的神，
项王，我已经老得快要死了，我只想在死前知道，我那一股热血就随项王去的丈夫到底怎么了？我们大家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是如何战死的，项王为何不敢过来见我们？每个英雄献界之前，都要直面心中的恐惧。若是连这种决心都没有，武力再强也算不上一个男人。你知道霸王在我国专指谁吗？我为何要知道一个蛮夷小国的文化？蛮夷被草原人打怕了，对吗？你也许经历了常人所不能，但你怎知道，给他时间，他不会是一个让你惊艳的对手。抱歉先生，是我狭隘了，我愿意给他时间。你以为这是游戏？这是王的旨意。收起大炮吧，他不会对叶灵天出手的。一个国王有这种心胸，是个伟大的人，但绝非好王。别问我是谁，你们想见他吗？当然想，否则我们的执念也不会留在这了。我可以帮你们，但要回答我一个问题。项王，乡亲们都在等你。事到如今，我还配让你叫我一声项王吗？难以置信，昔日那铁马金戈的西楚霸王，如今竟蓬头垢面落魄至此。您当然配，您的名号早已传颂千古，后人常说与之神勇，千古无二。沽名钓誉罢了。我带走了江东8000子弟兵，整整8000，无一人生还。项羽无颜面对你们。也许乡亲们并不会怪罪你。这怎么可能？你们都听见了吧？可以说话了。项王，回家吧，我们都听到了，我们不怪你。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我们早就知道了，只是想让您亲口说。先生何故？我只是觉得有人帮你，你能更快走出来。和乡亲们说话吧，我们还要奔赴下一个战场。先生，你这样让我……项羽局促不安的像个孩子，可身体却不由自主的动起来，往船只走去。乡亲们注意，项王渡江了！什么？项王渡江了？听到了乡亲们的欢呼声，项羽老泪纵横，他在外面输得一无所有，可家里的人却都在等他回来。父老乡亲们，我项羽一个莽夫，不太会说话。我想说，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江东父老，对不起战死的8000将士。但你们一定要相信，你们的兄弟姐妹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此刻，所有江东父老都释然了，他们早就死了，只是执念不散，想等一个交代。可这个交代，他们足足等了1000年。我们可以安心去了。项王带着江东的这份，一定不能输啊！我以霸王之名立誓，会赢的。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项羽终于渡过了心中那条乌江，现身擂台，与永恒之王亚瑟在擂台展开王者一战。你有你的圆桌骑士，我有我的五子虎将，你我都将在擂台迎来宿命的终点。他一出现，我就知道自己绝不是他的对手。我从没见过这么魁梧的英雄。
请问江东父老现在过得怎样？因为我全死了，所以我们要通过擂台来复活所有人。原来如此，你看着像个不错的对手，让你投降未免说我太心高气傲，直接使出全力吧。我是人民的骑士，我要拯救我的人民，我为此而战。王者之剑，没有遗失的剑鞘，永恒之王，你是何等的伟大！这世上没有任何人类能与你媲美。项王，你要小心了，这把剑不是凡间物，和我的霸王枪相比，如何？可剑鞘的价值是剑身的10倍，佩戴王者之剑的剑鞘者将永不流血。这么能吹，该死的史书，为何不写项羽能搬山倒海，神通盖世呢？您忘了您唱过的那首曲了？对呀，如果史书上有写那句话，本王应该是无敌的才对。写了，放手去干吧，项王！圆桌决议即刻开始，以骑士王之名集合圆桌，贝德维尔、加雷斯、兰斯洛特。集结所有圆桌之力，这种对手怎配亚瑟王用尽全力？那边的小丑，闭上你的臭嘴！你还敢狂傲？你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吗？搞清楚立场，这里不是他的不列颠，而是本王的华夏。你有你的圆桌骑士，我也有我的无子虎将龙驹、鹰若、季布、于子期、钟离墨。该给亚瑟王传奇的一生画上句号了。天尊孝王之令。我以霸王之名立誓，会赢的。傻瓜，背负了这么多，别说你是亚瑟王了，就是鬼神也杀给你看。该结束了。被弃者亚瑟无权发动王者之剑。什么？怎么了，亚瑟？你的剑抛弃你了吗？为何羸弱不堪？我到底背弃了什么？擂台是公平的，你没有直面心中的恐惧，你背弃了你的国家。被发现了吗？选定之剑一旦拔出就没有回头路，我一定会带着不列颠走向灭亡，这是亚瑟潘德拉贡的宿命。你后悔当王了吗？上帝见证，我绝不后悔。如果我有能力领导不列颠的话，可你现在就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拯救不列颠。人的手太小，抓不住太多东西，但有一个词叫竭尽所能。亚瑟拔出剑，成为王。谢谢你，宫廷魔法师梅林。Exit。卡利巴！这一剑含有不列颠一国之力，他死了。真的死了吗？你要不要再好好看看？什么？萧炎主，大王命令唱出了哪些？一马上西，旗开始。
数河流沙，几句三日沧桑尽变幻。乱世多少烟花，一声长叹。谁曾巨鹿踏破金冠，千里冰看来我仍旧是霸王。也不过风轻云荡。这次华夏斩获第一场胜利，全民复苏，人们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国运擂台，只要注入一滴血，便可召唤出本国血脉，为国争抢世界最后一块栖身之地。樱花召唤出的初代国父神武天皇，身负2重帝王环，嘲笑我国无历史，直到叶灵天召唤出万古余地。如果你们华夏只有这种水平的话，还是留在地府当一辈子鬼吧。你们创建的土地我们会居住，你们没享过的福，我来享。我们的神明还没把你们打服。人不能总拿着以往的功劳不说事，你们的神明已经是过去式了，比历史，我们才是最强的。这就是中原。曾经我想过收复，但是因为一些琐事耽误了。现在看来也不迟。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说这话了？无知，你知道他是谁吗？大河族的开创者，初代国父神武天皇，比你们的三皇五帝还要高一个级别。随便一滴血就是这么强大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大碗小国跟我华夏5000年历史谈文化自信。这是帝王皇，论功绩来算，还越多实力越强，说明对方也是个帝王。这谁呀？站在你面前的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微、最勤政的帝王之一，从普通兵卒走到元帅，大灭败陈友谅，公张士诚，统一南方，扫王庭，复燕云，驱除胡奴，恢复中华，结束了南北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大一统王朝，一生开疆拓土，开创洪武之治，他就是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这么多功绩，应该有很多环吧？明太祖一生功绩数不胜数，怎么会没有帝王环？咱家没能过了心里那关。你说说，困住咱家的不是天下江山，而是这么一缸大米。能理解，我天天神明擂台打，还总惦记着10块钱一把的黄河玩具枪。明主，你的童年太苦了。咱家先前还担心你笑话呢。可怜的孩子，给你1缸米和做皇帝，你选哪个？1缸米。皇帝不好吗？你有吃不完的米，还顿顿都有猪头肉吃。家里的哥哥母亲都在等着吃饭。他还小，让他打碎这缸米很简单。呵呵，果然这世上没人会可怜猪宠吧？他都这么可怜了，你还要欺负他？可不成为洪武大帝，您怎么是神武天皇的对手？咱家心意已决，这场胜负交给少年的我来决定。只有克服心中最难的那一关，才能以一生中最强的姿态出现。我一口一口生吃了自己的父母，
才得以出现在这，而你连一缸米都舍弃不了，怎么配应我？华夏的帝王连这点苦都吃不了吗？帝王首先得是一个人，我老朱家最苦的时候，全家都被饿死，也没走到你那一步。你连地主家的牲畜都不如。热力。我说了吧，朱重八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给他一口饱饭就不会造反。明太祖也只是个偶然。什么都无法舍弃的人，注定什么都得不到。不行，就算违背您的意愿，我也不想看着您就这么结束。抱歉了，这缸米我得带民主收回。正好俺也没想要，帮我拿去分给其他人吧，别让他们饿死。你说什么？这天下有太多猪虫吧，他们都太可怜，一缸米救不了所有人，也不该由你们来发，而是让腐败的元王朝吐出来。这一刻，叶灵天真真切切明白了，朱重八生来就是帝，他实至名归，他当之无愧。我才是帝，你们都不是。这是什么鬼东西？恭迎洪武大帝归位，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此刻，明太祖朱元璋一生的功绩具象化成了10重帝王名冠。站在他面前的神武天皇，这位东方的帝王的传奇一生，是他大头族126位天皇绑在一块斗篷上。我原本以为拥有2道帝王环的我就已经是千古一帝，没想到你有10环，连他都敢自称千古一帝，看来这名头也不怎么样。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收复燕云16州，征战北元，民主的功绩数不胜数。你要记着，你有2环是因为你只配2环，而民主10环是因为规则最多10环。看来后世对咱这乞丐的评价不低呀。民主过谦了，正因为您是草根出身，大家才知道您走到今天有多么的厉害。同样是帝王，凭什么你华夏的这么优秀，一定是作假了？没错，这场擂台不算数，朱元璋弄虚作假，除非你拿出证据来，否则我们不信。还要证据，谁敢不服，咱就拉出来全砍了。民主这群鬼子，就算把他杀了，心里恐怕也是不服，就得拿出证据打他们的脸。这证据够不够醒目？好，好，好，你若在我朝，咱定封你做个文将。开战前先骂他个狗血淋头。这是假帝都，我怎么没看到大河？抱歉，我忘了，你们的版图实在太小了。如果还看不到的话，要不要给你们一人配个放大镜？当看到大明与大和明显的对比后，小樱花们急得面红耳赤，神武天皇更是破防吐出一口老血。没想到我波澜壮阔的天皇一生，比之华夏，只是统治了一个村庄。再没有比井底之蛙更适合你们的词汇了。洪武大帝身上爆射出帝王之光，神武天皇好似见不得光的鬼，燃烧起来。
为什么我这么弱小？如果我有力量的话，我说日漫里为什么总有这种台词？原来是他们祖宗传下来的。然而下一秒，叶灵天就笑不出来了。竟真有一股源源不断的神力涌入神武天皇的体内。让我小辈受辱至此，蛮人你胆子不小啊！太好了，是天照大神，我们有救了。知道我和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我是天照血脉，是贵族，是天神要我做这个天皇，而你只不过是个出身寒微的乞丐。功绩都有如何？我有神助力，你有什么？弄死朱元璋，扬我大樱花国威。老祖宗，这是轩辕剑。天照啊天照，上次挨的打，这么快就忘了？这声音是……不会吧？别欺负我那可怜的后辈，来欺负我！这一刻，天照又回想起了被皇帝支配的名字。康日分子，你不是说神武天皇比三皇五帝还高一个等级吗？现在他来了，再说一遍我听听。我也就是说说，谁能想到他真来啊？怎么还哭了？原来有人撑腰是这种感觉，以前是没有人会给朱重八出头。是吗？那就不要辜负我的期待，举起帝王之剑。我不敢。你做国家还是歇着吧，不管最后谁赢，都轮不到你们。我对你们太失望了，神明比不过，就连历史名将也不是华夏的对手。我就不该指望你们。现在知道华夏不是好惹的了。不错。再战也是毫无意义，所以我要动用那股曾让神代颤抖的力量了。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这绝对是人类史上最绝望的一天，克苏鲁三柱元神带来的终极恐惧席卷全球。人们都变成了肮脏的虫子，失去了神明的我们，该如何挺过这次浩劫？以无之魂引渡旧日的支配者。你在做什么？开炮！嬴政，事到如今，你再也无法高高在上，看着你的人民变成肮脏的虫子吧。
科系神话之母的化身沙布尼古拉斯，他们会不断蚕食人类的意识，直到真身显化。为什么他们会变成？因为在众神眼里，你们人类就是虫子。爸爸，甜甜撑不住了。不要。爸爸，骗人的吧，骗人的吧。爸爸，救救甜甜。停下，否则我杀了你！事到如今，已经不是我能掌控的了。我的灵魂奉献给了神主。左龙，把人全部带上来，不要触碰黑雾。这是神力，能对付这股力量的只有神。如果不快点解决，用不了多久，我们的文明将变成虫子。不要啊！他们对我没兴趣。可我们没有神了。该死！如果我们还在的话，一道残留的神力，连出手都做不到。老祖宗，你们怎么才能回来？回不来了，我们并没有死，而是被次元壁隔绝在外。次元壁？没错，如果不能打破次元壁，我们永远无法回归祖国。那我就打破这次元壁。太难了，难于上青天。你就算付出生命，也很难做到。承蒙老祖宗庇佑，我才能走到今天。即使要了我这条命，我也要带你们回家。可你走了，谁来守护华夏？我来。上将，你怎么没事？我祖籍可是常山，我们道家没有懦夫，这点恐惧根本奈何不了我。可是，快去吧！真的是罗里吧嗦，把老祖宗们都接回来，把这些王八蛋全部弄死。你真是疯了！次元壁是高维与低维世界的壁垒，诸神都无法打破。你一个凡人去了就是九死一生。他说的没错。他能做到吗？凌天哥哥，再救救我们！大家，我会回来，会带着众神回来，一定。好了，这爱出风头的家伙走了，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我们。你这种跳梁小丑配吗？乐子当多了，都忘了我的身份是。我可是华夏的上将。上将，快回来！你就算死了，我也不会喜欢你这个嘴臭的坏人。该死的小屁孩，我不能成为你的英雄吗？算了，我也确实不配称作英雄。好，一鼓作气，全收了吧。不开玩笑的，你要以凡人之身吸收全世界的恐惧吗？老子浑身是胆，不知道什么是恐惧。至高母神对这只凡人发出诡异的笑声，似乎在嘲笑着他的独特认知。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
当叶灵天真正站在次元壁面前，才彻底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这完全不是他能够撼动的。回去吧，即使我们回不了家，你们也务必要尽全力保护家园。他们都盼望着你拯救世界，但我希望你不要勉强自己。不，已经到这了，就不可能回去。他深知以人类的手段无法对抗克苏鲁神话，而华夏警示的战力只有神兆上下。纵观全局，他总是在掉链子。要么接老祖送我们回家，要么功亏一篑，华夏覆灭，我别无选择。那就成神，只有成神才能伤害到次元壁。怎么成？叶灵天，你怎么还没回来？老子要什么？可笑，你以为自己是谁？凭什么替代10几亿人承受恐惧？上将，救救我们！你一定能带我们挺过去的，对吗？都给我进来！我还没吃饱呢。叶灵天凭什么值得你们信任？他根本打不破次元壁，你撑住了也等不到他回来。我这么自私的人，怎么可能等啊？彼此被这么多人需要，被这么多人看着，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失望。看到了吗？我在黑雾里游泳。上将牛逼！好痛好痛！杨勇裸泳自由泳，魔法少女痛痛飞走。赫赫，你已经神志不清了，等着变成怪物吧。叶灵天，快回来！我真的要撑不住了。大母神真身马上显现，到时他将举世无敌。人类之举无法成山，你必须要舍弃掉肉身，化为更高级的形态。不可能，意识体要千万年岁月才能凝结而成，没有时间了。你说吧，该怎么做？我能承受一切代价。成为力量体，但你的力量一旦耗尽就会消失，消失了就死，什么都没有了。来吧。集中意志，稍有疏忽就会化作飞灰。驰名之弥名高，赤兔交给你了，它是一匹好马。指望有人记得，曾经有个将军带着家将，燃烧一切，战至了最后。叶灵。这一刻，叶灵天身上亮起了滔天之光，次元壁外沉睡的神奇们接连惊醒。低维的童子成神了？不对，那个人是子行的神物。那个扰动维度秩序，创造过无数奇迹，尊为人族的生物吧。神之光如雨点洒落，席卷所有次元。每一位大能都注意到了它的存在，威胁，极致的威胁，危险系数满天星。人族之神，你要打破次元壁，破坏维度平衡。如果你这么做，神灵将杀死你。一尊陌生的神奇从光年之外对叶灵天发出警告。我来接老祖回家，瞒我者死。老祖宗们回家了。
你是华夏诸神的结晶，是最至高的血脉，可以号令众神。但你要记住，你每使用一次力量，离效时就会越近，号令的神明越强，力量消耗就越大。我会小心使用的。那边的是无碍，他们没有引渡人的话，是过不来的。我为你们引渡。结束了，叶灵天没有回来，有请第一位外神，孕育千万子孙的母神森之黑山羊，大母神沙布尼古拉斯。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克苏鲁母神在华夏繁殖千万生命，试图让这些丑陋的黑山羊取代人类。人们绝望之际，叶灵天携三清归来，镇压一切。这到底是什么怪物？要不是有华夏七月维护，我恐怕都要疯了。他这是在生育吗？这片土地不再需要你们，母神会创造新的人类。你管这种怪物叫人类？你们这种旧时代的人类已经被淘汰，我们将取代你们。别开玩笑了，你这种怪物凭什么？没错，我们才是真正的人类，他们只是虫子。我没用，我没用。只能看着我们的同胞变成这些怪物，这个数量太绝望了。黑暗母神平均每分钟生育10万只黑山羊，不杀掉它的话，人类文明将彻底终结。这个结已经连呼喊都做，深深的绝望席卷所有人。叶灵天是最后的希望。可他现在在哪呢？没人来救我们。你咋还玩捕鱼呢？昨天又给我整破产了。你又哪里下载的盗版游戏当冤大头呢？我这是明星代言的途游休闲捕鱼，刚更新的版本爆率拉满，打鱼那就是一炮一个。看看我刚拿下的铁拳，2万倍直接爆了200万亿金币，又起飞了。这爆率确实可以，但这么高炮台你没少氪。不吹不黑，千万粉丝主播都在推广的正版游戏，不氪金炮台都能升级100亿倍，新玩家上线还能领取1000亿金币和 VIP 特权，再给你一份封神的礼包码，抓紧兑换全场爆金。那我可来渔场和你 PK 了。一定左下角下载正版游戏，再玩到盗版了可别怪我。你是谁？叶灵天，你难道成功了？这不可能，他做不到的。这是怎么回事？亚当召唤出了克苏鲁的母神，他疯了，说要搞什么新人类取代我。想不到我还有这种底牌吧？别说你没有做到，就算带回了神命，也不是我的对手。母神是一切生命的本源，你没办法杀死他。生命本源吗？你知不知道何为道生一？一生二死，三生万物。玉清原始天尊。
元始天尊，这是我们供奉的三清之首，有救了。上期灵宝天尊，太清道佛天尊。一连召唤三清，难道他真的打破了次元壁？这么说，我也可以引渡。三清听令，杀光一个不留。祖师爷为什么要杀我们？他们之中有我们的同胞。有大部分都是被黑山羊母神变成这样。你这怪物绝不原谅。叶灵天，母神要与你对话。什么话？下地狱会被他杀掉的说。有害了他。母神说：“你们这群怪物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孩子？”一个怪物，反倒说我们是怪物。凭什么我要被杀掉？凭什么认定这颗星球是你们的所有物？对啊，为什么？我们就是强盗，在他们眼里，我们也是怪物啊！他们都被影响到，中邪了，居然在跟我讲道理。你知道我召唤的是什么级别的人物吗？别太小看母神了，他诞生于万物之源阿萨托斯的黑暗，除非唤醒阿萨托斯，否则谁也杀不了他。大道三千我为尊，我们想让谁死，谁就得死。不，大道三千，人道为尊，太上为法。取我会元一气太清神符来。他要布置那个阵法，连圣人也要惧怕。各位祖师爷想要什么宝贝供述，叫得出名字的，我都能拿出来。用不着这么麻烦。此邪祟，三人一阵，顷刻灭之。原始灵宝。谁能想到丑陋不堪的森之黑山羊大母神杀我，背地里竟是个穿着黑丝的性感女神，还把叶灵天拉入了他的私人梦境。可恶，他们究竟要在见不得人的地方做什么？你是？怎么样，好看吗？哦，原来是你这丑八怪，以为变成人样就能改变你的本性。一天是怪物，这辈子都是怪物。你这不知好歹的两脚兽，你知道有多少信徒为了得见我的神容而辗转反侧吗？抱歉，我对你没有任何心思，只想把你千刀万剐。那么大一只，多次了不是很麻烦环卫工人。凡人，我给你个机会，让外面那3个老头收手。我允许你做神的剑术，我们一起繁殖，让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子嗣。风言风语，简直找死！不让我活，那大家都别想好过。你们做了什么，竟让大母神这么生气？不过是一怒之下怒了3位祖师爷，立刻杀了。会元一气太清神符布置需要时间，年轻人不要操之过急。太慢了，无需这么麻烦。三清合道，你这后生竟然想拿我们做阵眼！对不起了，祖师爷，两仪微尘大阵。两仪微尘阵，
乃人道至尊太上圣人参悟的绝世阵法，一经布置，阴阳颠倒，五行紊乱，生灭反复，任其道行通天，也绝不可能扛过一次又一次的世界毁灭。你们克苏鲁不是自诩第一神话吗？这诸天万界崩裂的人，你能顶住吗？顶得了一次，又能不能顶第二次、第三次、无数次呢？不愧是太上圣人的大阵，又有三清为阵眼，圣人来了也救不出大母神，我得想想办法。这是……原来如此，你的威风不过是暂时的，确实厉害。好在我没有信错人。我操！还有一言吗？算了，我不想听，去死吧！战力所剩不多，我得救他出来。人族引擎发动，天马空间转移目标，沙布尼古拉斯。想不到他有办法把你救，但也不过是让我再杀你。留着我，我还有用，我可以帮到你们。神给人下跪，我这是在做梦吗？这也太强了，亚当老大差点意思。3次反击，说服我。我可以把被同化的人类变回来。我自有办法。别，我的出身让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个好人。你可以做人吗？奴仆，当你的奴仆行不行？只要让我活着。也是站起来了，神明主动要求当人的奴仆，这是从古至今都闻所未闻的事情。我不需要什么奴仆。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亚当万万没想到，自己费了半天老命救回来的克苏鲁大母神，转头就朝叶灵天下跪认了主人，此乃对神明之大不敬，神罚必将降临在他的头上。母神，您在做什么？当然是在向我效忠，看不见吗？陆神，哥，要不你也投降吧？我给主人掸床做饭当女仆，你给主人跑腿扫厕所，我们都能活命。塌了，天塌了！我们敬仰的母神竟然对我们说这种话。沙布尼古拉斯，你对得起我豁出半条命救你了，对得起你的万千信徒吗？现在看到我的忠心了吗？我可以做主人的奴仆吗？不是我一个人，是华夏的公仆，以后人民要做什么，你不可拒绝，不可推脱，更不可不耐烦。这不得把你关房间里看几年青年大学习？主殿的见证下，我沙布尼古拉斯向叶灵天效忠，如有违背，神魂俱灭。现在只需要最关键的一步，契约就成了。什么？我是繁殖神明，当然是要生孩子喽。哼，我不会跟你这只怪物生孩子。如果必须这样，那你就去死。别，即使亲一头也行。情况不妙，是谁惊动了不可言说者？他似乎有醒来的迹象。是纱布，他向人类效忠，激怒了愚者。你不是全知全视吗？有没有看到一个人类会给你戴一顶帽子？
我看不到他的任何信息，有另一股全知全视、连断一切的力量在阻挠我。叶灵天，你好大的胆！你知道她是谁的妻子吗？神的女人你都敢动？我还真不知道。纱布，你是谁的妻子？我不是谁的妻子，我是无主叶灵天的奴仆。现在的样子不是你多了，神还是乖巧的。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打了这么多年神明擂台，没见过这种事情，不要脸的东西！大家想不想弄死这对女人？想，非常想。我恨不得一刀砍死他。神啊，你听到了吗？他们同意献祭。我们没同意啊。万物归一，我要拿他们的命和你做一个交易，杀掉叶灵天。这就是宇宙的终极智慧，门之要尤格索托斯的化身。听说他的本体在终极深渊，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这个交易如何？做不到。你做不到，你竟然做不到！人类，你得到了我的认可，穿越终极之门来觐见我，我传授你终极智慧。神不仅不想杀他，还要传授他奥义。他怎么能这么牛逼？谁来制止他？自己爬过来见我，否则立刻消失。你是要与我们为敌吗？我不会是蝼蚁为对手。对，我听说她是你的妻子，现在她是我奴仆。你好，太狂了！难道我就没办法打败你？我集所有老祖之力于一身，凭什么是我的对手？结束了。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亚当生死也象征着列国神话的全面败亡，一切尘埃落定，我们当之无愧成为了世界最强神话。天之飞山羊大母神纱布也为了复活，散尽一身神力，复活了华夏死去的所有人，一切重归平静，国泰民安。我是魔君阿萨托斯的使者，我警告你，他代表着我们西方神话，杀他就要做好迎接我等君主愤怒的准备。还有你纱布，身为王庭的圣女，阿萨托斯的公主，竟与华夏人类为伍。我站到我这边来，我可以饶这个男人不死。若爱对战，我必立于万万之前，让神明血染苍穹。这一切就这么轻易的结束了吗？想不到我还有命可活。明天给你们带游戏机。好耶，拉钩！你明天一定要带给我们哦。一定。你和人类相处的还不错，他们都不怕你。莎碧姐姐很温柔，我们都很喜欢她。什么莎碧？是纱布姐姐。走吧，还要去拍照。好。复活了，看到这一幕有什么感想啊？滚前面去坐着。
切，还对我发脾气。有用的女人才能配强者。好，开始了。富贵不还乡，如锦一夜情啊！老婆，因为怪兽入侵的事，我们的房贷、车贷都清零了。你是叶灵天，大家快来看，是叶灵天啊！谢谢你救了大家啊！你是我们的英雄，应该的，应该的。此后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太阳照常升起。不，这不是结局。做梦。对，我梦见叶灵天众星捧月，我不服。这就对了。不对，不对，不对！你们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不用管，你只要知道，我们西方神话才是最强的，华夏只是虫子而已。这么多神围绕，你是阿萨托斯，太好了，帮我夺回失去的一切。当然，你愿意奉献你的一切吗？华夏气运太强，我无法抵达，需要你的人作引擎。没想到我的跑路工具竟能派上用场，好，我愿意。解码空间，转移阿萨托斯，目标华夏。你们看那是什么？亚当，叶灵天，你以为我们之间就这么结束了吗？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加布去疏散人群。不能再打了，你会消失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万千魔神之神阿萨托斯降临，黑日犹如死神高高悬挂着，那恐怖的无名之物席卷了华夏全境，神夺走了我们的光明，淹没了我们的旗帜，华夏彻底迎来了至暗时刻。此后，也将剥夺华夏的光明。这到底是什么？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生活，又要被破坏了吗？神力失效了。傻，你去做什么？我要去救孩子。你可和我一同沐浴着黑暗。我已经不是什么3只黑山羊了，我是人类，我是一群孤儿的妈妈。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啊！什么？不可能，不会死的，不会死的。纱布，妈妈，你来救我们了！太好了，太好了！这竟是你不惜背叛我都要保护的宠物。不要，
我找不到家了，我看不清东西了。孩子，现在还没到绝望的时候，可是我看不到希望。要努力活着，你们血液里流淌着祖先们的希望。我用不了神力了，老祖宗们，你们还在吗？这是无名之物，只有怪物才能在这生存。神明一旦出现，就会遭到反噬而死。所以老祖们才不出来嘛。你怎么会说话？不用管我，华夏所有人都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家在何处，不知道希望在何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到长城了吗？那里是华夏气运所在，登上去，点亮它，让华夏的光芒冲破这黑暗。可我看不到。祖国会指引他的子孙，那幅旗帜永远在你的心中。想让华夏重现光明，你做得到吗？我不会让你们如意。华夏人早就放弃了挣扎，成为了神的信徒。你做的一切都是多余的。不会的，我不会倒下，他们也不会倒下。叶灵天闭上了双眼，追随着心中那道本该闪耀的旗帜一路颠簸而上，他的视线开始模糊，听觉离他远去。太痛了，那些从天降的触手插满他的全身，血液几乎要流干了。你的身体好冷。不用管我，我们离长城还有多远？已经到脚下了。想爬上去解放这黑暗，对吧？可惜你做不到，那道旗帜永远不会再亮起，我将杀死你。终究还是做不到嘛。西皇，孩子，我在。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直到真正的黑暗降临，人们才知道仙子们为了延续人族昌盛都付出了多少。千百年后，人们一定会铭记，是伏羲捍卫了大夏的光荣，是燧人氏点亮了人族的情谊。西皇，你只管往前走，这里有我。在这雾中，我们就是最强大的种族，你顶多是个虫子罢了。不让开的话，我就要波及到你了。看看，这长得跟排泄物一样的东西，还会说人话了。在这雾中，你的实力又能发挥几成？你会没命的。回去吧，西皇。要死的话，我一个人就够了。你还真信？他一缕小火苗懂什么？我最少都能发挥10成力量。真的吗？真的。难道伏羲2字还不值得你信任吗？当然。他知道吗？他只要在家等着我凯旋归来就好，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还是交给男人去做吧。再见了，儿子。父亲，华夏的未来就交给你和这个小朋友了。我看你挺有种，也罢，反正我随时都能杀了那个虫子，就先折磨一下你吧。注意措辞，谁才是虫子？
这里果然有怪物镇守，看样子他们不希望我们上去。哪来的虫子？好不容易找到一块风水宝地，别来扰清静。立刻滚，否则我吃了你！那地方是我祖先们的心血，给我滚下来！前辈，我恐怕走不到极致下了。坚持住，孩子，你要坚信，当你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全世界都会站在你这边。我会成功吗？我不知道，可如果你不相信自己能成功，那你就一定成功不了。来吧，站起来，想想那些需要你守护的人。别哭，妈妈在。外神不死，誓不罢休。骗你的，其实我的力量只剩不到1成。为什么？这可是你气血补天，以血肉之精延续的人族，也是我的子孙们，哪里需要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出来？这也许是我的一点私心吧，我不想看到你再死了。让我最后为你弹一曲吧。这声音好有安全感。突然没有那么怕了。老东西，你彻底惹怒我了。这就是伏羲的绝响吗？交给你们了。快了，就快了，我要成功了！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通快通！抓住这只旗帜，便可重启长城龙脉，还华夏光明。可强大的外神却又一次破灭了我的希望，直至燧人氏出现，以身作灯，照亮大夏全境。就差一点，差点让你成功了。你们的旗帜永远不会升起，华夏不会再有黎明。你还活着？他一缕小火秒懂什么？我最少都能发挥10成力量。你把我的老祖宗怎么了？那只虫子被我大卸8块，左一块右一块。你没杀过人，那种感觉很爽的。我就喜欢你看我不爽，又干不掉我的样子，去死吧！孩子，吾等伟大的存在，叶灵天已死，大夏已亡。叶灵天已死，大夏已亡。大夏已亡。什么？叶灵天死？不可能，他不会死的。那孩子不会死的。叶灵天一死，无疑是掐灭了大夏最后的心。
无边无际的绝望弥漫了整个华夏。大夏将倾，5000年文明毁于一旦。意识越来越模糊，这就是将死之人的感觉嘛，好不甘心。还没结束。火主，你是火主。我在，还没结束，我为你留了最后的力量。火主，你也要离我们而去吗？此后如竟没有去火，我便是那唯一的光。孩子，传承我的信息，照亮人族前路。我会的，火主，谢谢你这一路的引导，我定然不负守望。足球上真正搞啊！连我们最后的尊严也要剥夺吗？甚，你凭什么高高在上？我想看看你们华夏民族是不是真的达不到。老子宁死不愧。我们就真的看不到黎明了吗？元首，你看那是什么？众人望去，谁也不例外。只见那长城之上，一道残破的身影踉跄地站起，他身上闪着光火，尽管很微弱，可那已经是这黑暗中唯一的颜色了。是叶灵天，他还没死，没死就有希望。不可能，你残躯断臂是怎么上来的？神，你们的末路到了。呵呵，你回来了又怎样？你又能做得了什么？我做不了什么，我回来只是想昭告天下，不被炎黄子孙，怎能向西方列强俯首？山河岩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夏天。大家怎么可能还有气运？华夏气运浩然长存。无名之物回光，得救了，我们的文明得救了。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随着叶灵天手中的旗帜重新升腾，华夏彻底吹响反攻的号角。那绝望的无名之物被大夏之兵击散，侵略华夏的怪物们被一扫而空，烧成灰烬。你太出乎我的意料，铁圣残肢断臂就能重启华夏最后一条龙脉，难道你们真的是天选？呵呵，三言两语就将我们的牺牲归结为运气。西皇的死，还有火祖的现身，我全部都记着。伏羲大神牺牲了，还有火祖，没想到祖宗们一直在冥冥之中保护着我们。你这畜生，真该死呀！混蛋，我可没死啊！神，我应该算口账。你的力量已经所剩无几了，连召唤一尊神明都做不到，你最终只能失败。力量所剩无几是什么意思？叶灵天不是无敌的吗？少糊弄人了，你等死吧！愚昧无知的华夏，他为了成神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只要力量耗尽就会消失。大家不要怕，相信我，会打败他。连接长城龙脉。
这是大夏最后一条龙脉了。这最后一击若败了，我们将永无翻身之日。财神爷保佑！以上一切的我，绝不会输。非要不我。明天哥哥是不是会死啊？不会的。我不会在这里倒下。明知为什么还要死战？我身后就是华夏，我已经没有退路了。还是不行吗？西皇，你没死。在家园重建之前，我会陪你战到最后一刻。来吧，让他见识一下不同世纪的两代人会爆发什么样的威力。来。这股力量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他们嘴里说着家园什么，突然就变得这么强大了。消失吧！结束了吗？还看什么？快结束！我成功了吗？你成功了，他们输了。真是万幸！要是没打，我们就彻底没有底牌反击。没有，我就放心了。你们看，那是什么？现在看来，没必要去做毁灭。兄弟们，由于经费有限，制作不易，我已经把后续视频放到视频左下角小程序里了，点击左下角小程序就可以超前观看了。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和理解，后续嘎嘎好看，快冲快冲！阿萨托斯所画的黑太阳高高悬挂，留下的飞泥瞬间将世界烧成一片雪白。叶灵天气数已尽，无力再天。难道我们只能看着祖祖辈辈的心血毁于一旦吗？我要重开天地之前，唐国的创造就是我自己。现在由我来指导万物，就先从你们这群低等生物开始。重开天地，你也配与唐国大神？老祖宗们，再帮帮我！没用的，你的力量已经耗尽，强行召唤也只是加快消失的速度。出来！世界各地皆在阿萨托斯一役之间，上百个文明就此消失，仅剩的华夏文明也如待宰羔羊。可惜唐国不能，否则我就先灭了，再夺取这片天地。最后，我们还是要走向灭亡吗？我是真然消失了。你在做什么？这是我的生命本源，它会为你重塑肉身。你不要命了？我们缔结了契约，你死我也会死，这样不划算。这算什么？带着你的种子活下去吧。
我的肉身在什么情况？大母神居然为了人类去死！既然活过来，就把盘古叫出来，我会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创世主宰。如你所愿。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华夏实力的顶点。你就是全部的，我要告诉你，你只是个太监，我才是万物的支配者。就这么没了。不错，就这么没了。就算你杀了我，只要这个世界还有神，战争就不会止歇。那我杀到这个世界没有神。应该都死完了，可擂台还没有消失。接着，由我处置最后的事。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一定还有其他办法。没有其他办法，若是不将神灵永远灭绝，擂台就不会消失。谢谢你救了我们。至少先来顿庆功宴再走。夜长梦多，谢谢你到最后都没有放弃。这片土地我战斗不后悔。修筑雕像，清点功绩，举国哀悼。叶灵天在坚韧不拔的战斗中，30场战役而不败，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了华夏神话强大。他从华夏至暗时代穿越，要在光辉时刻枭首去死。也许几百年后没人再见他，但他的血泪早已播种在这片土地。